男人是一个无法觉醒能力的窝囊废，一辈子都只能沦为那些觉醒者的搬运工。这天，他与觉醒者小队来到了死亡沙漠当中，没想到却在这鬼地方迷失了方向，在一个没注意就被一头巨大的恐怖毛虫扑倒，手中握着的匕首刚好刺进毛虫的脑袋，随后毛虫倒在地上失去了生命体征。就在这时，觉醒者小队循着痕迹找了过来，他们的身后更是有几头庞然大物屹立在此。为首的觉醒者叫嚣道：“你一个搬运工不做好自己该做的工作，在这里干嘛？”男人站在下面无措的抱歉，这次是他失职了。觉醒者冷哼一声，随即转身走向身后的庞然大物。男人觉得自己真搞笑，什么都做不好，还不如死了算了。觉醒者小队全体成员站在魔物下方，就像蚂蚁见到大象一样，但他们却没有产生丝毫恐惧。在这个世界上，每一个人都有机会觉醒超能力，他们利用这些力量打败了从深渊爬出来的魔物。正因如此，评估一个人的标准不再是取决于个性和努力程度，而是取决于觉醒的程度。此刻，男人爬到了一只死去的魔物身上，他在上面寻找可以带走的物资。下一秒，他便在魔物的肚子里发现一个紫色宝石。他看着手中的宝石，陷入了沉默。现在自己已经35岁了，但如今也还没有成功觉醒能力，他不甘心。也就在此时，他终于回过神来，没想到眼前的一幕让他愣在原地。全场除了他自己，没有一个人还活着。刚刚还自信满满的小队，没几分钟竟然全部惨死。突然，天空中响起一道雄厚的声音，抬头一看，一头更加庞大的魔兽正飘在空中俯视着他。这只魔兽的等级为 SS 级，是统治这一方的超级霸王。男人明白自己根本打不过，但他还是抽出匕首冲了上去。魔兽缓缓地将手抬起来，下一秒，男人拿着匕首的手臂瞬间被一股无形的力量绞断，他捂着手臂痛苦地栽倒在地，随即又被一股力量拖拽起来，并且还有一股紫色未知力量进入他的眉心。即将死去时，他想起了过往，小时候父母在一场车祸中去世，自己又被学校中的那些混混无休止的欺负，他的这一生都被所有人忽略，只因他是一名未觉醒者。未觉醒者是不配拥有赞赏的。男人不争气地流下了血泪，他好不甘心。就在这时，他眼角流下来的血泪发生了莫名的变化，一颗不起眼的血泪发出了耀眼的光芒。随后，他的意识就被传送到了一个空间里，他不安地看着这一切，在他的面前赫然漂浮着一名全身银光的男子，并且还有一座长长的金色楼梯。小银人冷漠地看着男人身后的东西，男人见此一幕，立刻转身看去，原来是那头 SS 级魔兽霸气地站在空中，他的周围散发出让人胆寒的气息。此刻，小银人缓缓开口道：“你必须把注意力集中在像阿斯莫德斯这样的人身上。”男人疑惑地转头看去，随即问他是什么人。小银人无奈地笑了笑，有许多人叫他国王，现在不是担心这个的时候。从现在起，他将赋予男人权力，但男人还是十分疑惑：王，权力，这说的都是什么？小银人并没有在意他说的这些话，他只是钦佩男人的毅力和意志，所以才能选择他。说完之后，小银人便将银色的双手抓向了他。每个人都需要耐心等待时间，总会有一天你会明白一切的。一阵白光闪过，男人一拳被打倒在地，他这是重生了，重生到了以前上学被欺负的那时候。人被 SS 级魔兽当场击杀，没想到他的意识就被传送到了一个空间，其中还有一位全身发着荧光的男子漂浮在空中。他看中了男人的毅力和意志，所以才会选择他。此刻，一阵白光闪过，金太贤被一拳打倒在地，他这是重生了，重生到了上学时期被欺负的那时候。见此一幕的他笑得格外大声，老天有眼，终于让他回到了从前。这一世他要改变自己的一生。混混冷冷地看着金太贤，他们不明白这个混蛋到底怎么样。就在这时，一个沙包大的拳头直冲混混的面门，变故出现在眨眼之间，金太贤一拳将混混打倒在地。周围看热闹的2名混混小弟见此被吓得慌不择乱，金太贤嘴角的笑容已经掩饰不住此时他的心情。刚刚那一拳的力量威力不是普通人能所匹敌的，这意味着他终于觉醒了。与此同时，2名混混小弟手中凝聚超能力，愤怒地冲了上来。小弟冲到他的面前，发射了一个灼热无比的火球，而金太贤轻松躲过这道攻击，随即一拳打在小弟的下巴上，门牙都打掉了几颗，另一个直接被踹飞数米远。35年的人生中，他已经尽力了，从基础的体能训练，对所有已知的信息深渊和怪物，以及掌握各种技能，甚至连人际战斗技能也全部学会，所以他不会输给没有受过专业训练的暴徒。刚刚那几套连击让他的体力彻底消耗掉，看来要好好的重新训练一下自己的体能了。就在这时，他的身后突然传出一道愤怒的吼声，原来是小混混拖着受伤的身体强行站了起来。他根本不相信金太贤觉醒，他只是一个狗娘养的一个废物。说完，下一秒混混身上就开始长出许多石头，这是他的能力石皮，可以强健体魄，使皮肤上的石头涌动。他握紧拳头向着金太贤的面门砸了过来，然而却被他轻松躲过这道致命攻击。一个没注意，混混弹跳起来向着他的脑袋砸了下来，金太贤直接愣在原地，这道攻击根本躲不掉。轰的一声，碎石飞溅，浓烟滚滚，根本看不清里面的情况。混混耗尽了所有的能量，瘫倒在地。正当他以为干掉金太贤的时候，他突然从背后握拳偷袭混混。反应过来的混混立刻转身一拳砸去，金太贤两眼瞪大，自己的偷袭竟然没有起到任何作用。
混混冷笑一声，自己拥有石头当护甲，也有强健的体魄，怎么可能会伤到分毫？下一秒，混混一拳打中了金泰贤的胸膛，将他给打飞数米远，直到触碰到天台围栏时才方可停下。金泰贤奄奄一息地看着眼前嚣张跋扈的混混，这怎么会？刚刚才重生回到过去，还没过几分钟又要死了吗？混混大步流星地走向他不停地叫嚣道：“你刚刚不是很嚣张吗？怎么现在连站都站不起来了？”这时金泰贤拼命地挣扎，想要将自己的技能唤醒，从几乎和正常人的 F 到 Rank 开始，与存在领域内的人并列称为怪物。觉醒者的身体能力和技能呈指数增长，金泰贤觉醒出的一项技能是未知未闻的 BO， 但却是最差的。与此同时，金泰贤慢慢地站了起来，从他的身上散发出从未有过的压迫感，并且周围出现了许多红色强悍的恐怖气息。混混被吓得走不了，这气息令他想要跪下臣服。金泰贤看着自己的手臂陷入了沉默，这技能叫做捕食，他能感觉到魔法在向他的意志引导。他不知道发生了什么，但只要杀了施法者，一切就可以结束。人被小混混打得即将死去，没想到意外觉醒了一个未知能力，这能力散发出的强大气息直接让混混吓得两腿一软，差点栽倒在地。此刻混混不信金泰贤觉醒了能力，不顾一切地向他冲来。金泰贤抬手轻松挡下混混的强烈攻击，混混瞪大眼睛，眼前的一幕颠覆了他的三观。金泰贤没有用手挡下攻击，而是用体内的那股能量，下一秒他爆发出了强大的魔法之力，混混被这道强大的力量打得面目狰狞，随即身上的石头铠甲全部崩碎。与此同时，楼下的学生们正欢声笑语地走在回家的路上，眨眼间他们身后的天台爆发出了鲜红色的恐怖力量，天台上烟尘滚滚，根本看不清混混是否还活着。没一会儿烟尘消散，金泰贤还在保持着出招的姿势，混混两眼翻白，身体仿佛被烧焦了一样。金泰贤看着眼前的一幕一言不发，也就在这时，他的眼角流下了不争气的泪水，随后他的手臂便开始生长石头。他捕食了小混混的技能，将这技能转化成自己的技能。此时金泰贤已经被石头全部包裹住身体。此刻金泰贤带着混混以及混混手下来到了学校诊所，女医生见此一幕直接愣在原地。这个伤痕累累的男人带着3名受伤的学生来到了这里，这让女医生大为震惊。混混躺在床上昏迷不醒，他的身上到处青一块紫一块。医生使用自己的治疗能力治疗金泰贤的伤口，医生十分疑惑，这孩子是怎么受的伤？从学校诊所出来后，他离开了学校。刚刚医生的治疗让他得到了治疗能力，此时他的脚步一顿，捕食这能力也太过于奇怪了，竟然可以将别人的技能转化成自己的。现在金泰贤的军衔在第2次训练后几乎没能改变，这个名叫捕食的技能他有可能是 F 级的，但威力却超过了 C 级。金泰贤可以窃取别人的技能打败对手，现在他很是疑惑，那个空间里的小银人为什么会给他这样的权利？他为什么要让自己退伍？最后有一件事必须由金泰贤来做。此时他站到了一栋楼房的楼下。金泰贤回到家已经有一段时间了，在他父母去世后，他一直和的叔叔住在一起，叔叔对他很好很好。与此同时，金泰贤打开房门走了进去，叔叔会很晚才会回到家中。进到家中后，他就看到家里有2个壮汉站在一旁，中间坐着一个面色凶狠的男人。金泰贤见此一愣，这跪着的不是黄在英吗？这时候不应该在学校吗？就在这时，他发现了令他愤怒无比的事，黄在英把家里的所有钱全部找了出来扔在地上。在金泰贤堕落之前，他隐约记得黄在英和恶霸混在一起，最后他还拿走了家里的所有钱，引起了一场大骚动。恶霸用手按着黄在英的脑袋，眼神却盯着金泰贤，随后走了上来让他不要介入这件事，会被打的。他按住金泰贤的脑袋，用霸道的口吻让他滚人。金泰贤听后嘴角微微勾起，下一秒一个沙包大的拳头直冲恶霸的面额，恶霸还没来得及反应就被打出数米远。恶霸小弟见此一幕还没做出反应，金泰贤又迅速地冲到了恶霸面前，恶霸被吓了一大跳，没想到却发现金泰贤并没有打在他的身上，而是将手放在他的头上一动不动。他想把这个男人的能力与技能全部窃取过来。下一秒，一道机械般的声音从他脑海响起，夺取不可访问，这让他的表情一愣。此时捕食竟然没有在这家伙的身上激活，就在他愣神的时候，一只大脚朝他的脑袋袭来，轰的一声，金泰贤被一脚踹在脑袋，他不堪地倒在地上。突然恶霸立刻站起身指挥2位手下上，今天不把他弄成废人，就把自己弄成废人。人回到家中就发现恶霸翻箱倒柜找钱，一气之下他一把将恶霸打翻在地，随即使用自己的捕食技能准备将这人的能力和技能全部窃取过来。没想到系统突然出现告诉他夺取失败，正当他愣神之际，恶霸小弟一脚踹在了他的脸上，他不堪地栽倒在地。此刻戴头套的小弟立即使用自己的技能绑定，想要将金泰贤困住，另一位也使用了自己的最强技能不要射杀过去，而他们的老大手掌冒出刺眼的绿色光芒，这是他的杀招流血。3道攻击齐刷刷地向着金泰贤冲去，下一秒整座屋子的窗户都冒出了强烈的白色光芒。与此同时，屋子里的3名恶霸眼睛死死地盯着眼前的迷雾，他们以为金泰贤根本没有觉醒，一个未觉醒的人怎么敢装觉醒？就在这时，恶霸仿佛看见了什么东西，双眼猛地瞪大，眼前的迷雾正在缓慢消散，其中有一道黑色的人影站在里面。
此时的金泰贤已经窃取了在场所有人的技能，现在的他就是这个屋子里的王者。之所以刚刚窃取失败，原因是没有让这个捕食技能兴奋。就在一瞬间，金泰贤来到恶霸的面前，一拳将他打进了墙里，这感觉是他从未有过的。没想到将所有的技能一起发挥，能有这么强大的威力。恶霸被打得痛苦的惨叫无语，就连门牙都掉了一颗。没过一会儿，恶霸和他的小弟全部倒地昏迷不醒，而黄在英正跪在他的面前求饶。为了保命，他不停地在为自己的行为反省。金泰贤一整个无语住了，这还真是个狡猾的家伙。知道情况不受控制后，立刻跪下反省求饶。此时金泰贤脸色突然变得凝重，现在紧迫的问题不是他，今天会有另一件特别重要的事情发生。金泰贤仰头没有看黄在英，说今天跟他一起去做点事。此刻某工厂里时不时发出奇怪的声音，里面有着3名觉醒者在此探险。就在此时，他们的面前突然出现一个传送阵，有许多低级魔兽从里面钻了出来。觉醒者们表情都十分淡定，距离上次地下城越狱已经过去了10多年。传送门突然出现，这意味着怪物蜂拥而来。从怪物的情况来看，不做些什么的话，灾难马上就要发生了。突然魔怪都被打在了防御结界的里面，这个是眼镜男的技能结界，魔怪们蜂拥而出，不停地撞击着结界，结界开始了损坏，一只魔怪的头马上就要钻出来，下一秒防御结界直接被破开，所有魔怪找到出口立刻蜂拥而出。眼镜男就着眉头转身看去，刹那间冲在最前面的魔怪当场身首异处，现在的他完全有能力阻挡这些魔怪。与此同时，大街上有2道身影正在不停地奔跑，金泰贤跑在最前面，他们要去找失踪后找到的控制人员。黄在英想让金泰贤放弃寻找，但自己又不敢明说。另一边，在废弃工厂的门口，一大片全都是魔怪的尸体。眼镜男疑惑地蹲下身来查看，这只低级的怪物竟然穿透了防御结界。下一秒他反应过来，立刻回头，这是魔法，在他级别以上的魔法。话音未落，所有的魔怪都开始了大暴乱，他们不停地用脑袋抵撞刚设下的结界。就在这时，一只魔怪成功破开了结界，眼镜男两眼瞪大，他不敢相信真的被破开了，这可是最高级别的防御结界啊！一大群魔怪蜂拥而出，他们的目标正是眼前站着的眼镜男。3名觉醒者见此一幕，慌得一批，他们根本不知道现在要该怎么办。此刻，金泰贤和黄在英跑到了江边，映入眼帘的是一大群逃跑的人类，后面追着一大群凶残的魔怪，前面几个觉醒者催促大家赶快跑，千万不要回头，回头就见太奶。下城的魔怪冲破了防御结界，他们的目标正是眼前的3名觉醒者。此刻，金泰贤和黄在英跑到了江边，映入眼帘的是拼命逃跑的民众。黄在英见此差点把心脏病都吓出来，他回头不敢置信地问：“你要找的人难道是逃跑人群中的最前面几？”话音未落，金泰贤已经召唤出来10匹技能走到了最前面。另一边，一个老者背负双手看着眼前的摩天大楼感慨，被认为 C 级的地下城，结果是 A 级的。没有增援部队，因为其他人都在忙于征服地下城和探索深渊。现在解决这场危机的唯一办法就是出现一个级觉醒者。就在这时，一名脸部愤怒的男子走了上来，他的眼角是不是流下泪水？他是1级觉醒者安贤珠，技能是疯狂之刃，此次的任务就是拯救城市中的人们。与此同时，金泰贤使用技能在魔怪群中打开4杀，他的手掌冒出红色的光芒，眨眼间，眼前一大群的魔怪被消灭掉了一大半。跟预期想的一样，50失败的原因是过多疲劳才产生的，只要疲劳高达 70% 以上，捕食技能就不会被激用。大多数的技能都是基于法力的使用而被激用，但这并不意味着只需要担心魔力。当然，使用一项技能或进行体育运动时，它会增加疲劳，疲劳越高，技能的力量就越弱，身体也就越重。现在金泰贤只能吸收死去魔怪身体里的力量，恢复法力。他的嘴角微微勾起，现在有一个好消息，使用捕食技能的时候可以掠夺别人的能力和技能，同时也可以将自己的身体变得更加强壮。按照现在的增长速度，金泰贤可以快速变成 S 与 rank 或者是 SS 与 rank 级。此时金泰贤发现自己的周围没有任何一只魔怪，他疑惑地转过头看去，映入眼帘的是一只巨大的魔怪正在大战一名觉醒者。他是1级觉醒者安贤珠，他要为那些死去的灵魂报仇，这是正义战士的使命，无论自己是生是死，首先保护的都是人民。金泰贤见此一幕，一整个无语住。地级魔兽与 A 级觉醒者安贤珠大战一触即发，技能疯狂之刃蓄势待发，一瞬间魔兽的身上多出了许多金色刀痕，下一秒一道金色的光芒冲天而起，金泰贤直接呆愣在原地，这也太强了，恐怕连全盛时期的自己也斗不过他。他这么轻松就击败了1级魔兽，在回归以前的时候，肯定也是这个 A 级觉醒者凭借一己之力解决地下城门的猎手。此时安贤珠正用刀插进1级魔兽的体内，任务圆满完成。愚蠢的魔兽终究会死在正义的剑下。金泰贤见安贤珠站在原地不动，很是疑惑，定睛一看，安贤珠正双手合十叩拜那些死去的灵魂，他希望死去的那些人们的灵魂在下面能过得安稳。金泰贤十分佩服，这还真是爱戴人民的觉醒者呀！下一秒他感觉到了技能的能力，这能力仿佛是朝安贤珠去。唰的一声，安贤珠被一刀刺穿了胸口。他没想到自己打败了魔兽，现在又出现一个偷袭者。偷袭者露出了残忍的笑容，他终于成功将安贤珠击杀在此。此刻，黄在英拯救出了昏迷中的女医生，她的表情十分纠结，真的要这么做吗？就在这时，他想起了金泰贤说过的话，今晚会死很多人。终于，他便不敢再犹豫，立刻动身行动。
一觉醒者既然被匕首刺穿了胸口，只因他凭借一己之力击败了一级魔兽。正因如此，他被其他人极度强大的实力随即邪恶地用刀刺进了他的胸膛。此刻，金泰贤见此一幕，愤怒不已。安贤珠怒吼：“你到底是谁？为什么要来偷袭我？”偷袭者笑了笑后感慨：“即使被刺中的要害也能活着，这多么令人惊讶呀！”但这也使这场猎杀游戏变得更加有趣。眼前的这名偷袭者，他被人们称为恶鬼，他是城市中的反派，是城市中的地级觉醒者。他会为了解决自己的欲望，前去人多的地方大开厮杀。金泰贤非常肯定自己在回归之前，他们是从来没见过面的。看来回归从前让这剧情脱离了轨道。此时安贤珠的脸露出了狰狞的表情：“你这个人类社会的败类叛徒，我要你死！”随即拔出地上插着的刀，不顾一切地冲了上去。正当他马上解决掉偷袭者的时候，变故突然发生，身下的一级魔兽的尸体开始了剧烈的抖动。刹那之间，一级魔兽嘶吼着重新站了起来。经过刚刚的那一次战斗，让他提升了一个等级，身体比原来大了几十倍。安贤珠见此不敢相信这一切都是真的，死的不能再死的魔兽竟然能再次复活，并意外突破成了 S 级魔兽。魔兽的双手开始蓄力能量，轰的一声，他一拳砸到了两人的中间。现在这只魔兽的能量就连两个一级觉醒者都无法对抗。就在这时，偷袭者看向安贤珠的方向，嘿嘿一笑，他要将这个恐怖的大家伙交给安贤珠一人对付。正当他想着计划的时候，金泰贤霸气地走到了他的面前。偷袭者见此，舔了舔自己手中的刀，随即兴奋地冲了上去。猎物当然是越多越好，手中的刀接触到金泰贤皮肤时，顿时被石头给挡住。这是他最先窃取的技能石皮，随后用尽全力踹了过去，没想到攻击却被偷袭者轻松躲过。金泰贤揉了揉自己的肩膀，大步流星地走向他。你这个到处杀人的疯子，今天定要替天行道！石皮与刀相撞的时候，发出了清脆的金属碰撞声。偷袭者不停地用手中的刀攻击金泰贤，金泰贤被打得节节败退，只能被动防御。偷袭者的脸色越来越凝重，这人竟然有这么高的防御力！金泰贤丝毫没有放松警惕地盯着眼前的偷袭者。偷袭者冷喝一声，虽然自己的刀对金泰贤没有起到任何作用，但自己除了刀可是还拥有其他武器的。金泰贤听此立刻做出战斗防御双状态，要知道整个世界不会按照每个人的计划运转的。说完，那人就立马消失在了原地，没了踪影。金泰贤还是没有放松警惕，他不停地观察周围。就在这时，他从身后感受到了强烈的危险，转身用尽全力轰出一击。趁他不注意，偷袭者瞬间来到了金泰贤的身后，他立刻转身挡下攻击，却发现自己的石皮被砍出了鲜血。金泰贤直接呆愣在原地，这是血。趁他还没回过神来，偷袭者又瞬间来到了他的身后。金泰贤受到了极大的重创，无奈之下，他使用出了自己的所有技能，但最后还是被击飞数米远。普通觉醒者跟地级觉醒者有莫大的差别。金泰贤从嘴中不停地咳出鲜血，他万万没想到石头皮竟然也有这样的缺陷。石皮技能并不是完全能阻挡攻击的，如果力量冲击力够大，就足以将石头粉碎，而被粉碎的石头会被耐性明显较低的石头所代替。看来这偷袭者是看中了金泰贤的弱点，才能轻而易举地重创他。男人拥有世界上最为坚硬的技能石头皮，没想到这技能也有明显的缺陷。此刻，金泰贤嘴角一笑，正如他所料，现在肉搏战仍然是可行的，但自己的体能毕竟不是普通的地级觉醒者。觉醒者看着眼前的男人，表情一变，他发现这人现在的气势比先前更加强大，随即不顾一切地拿着刀冲了上去。不管强不强大，现在都是他的猎物。当偷袭者冲上来的瞬间，金泰贤双手一摊，使用自己的技能捕食。他要将这个偷袭者的能力和技能全部窃取过来。偷袭者见此一幕，难得露出了恐慌，他仿佛在自己的头上看见了一个巨大的手掌，下一秒他的表情又露出了邪恶。他以为金泰贤这是装样子吓唬他的，随即释放自己的瞬移技能及影子分身包围住金泰贤。此时金泰贤的手掌冒出了鲜红色的恐怖气息，每个技能都是有弱点的。他意识到这是在吞噬魔兽几次之后，在那些怪物中无数逃离他的视线，但最后他们都被掠食者吃掉。与此同时，捕食技能释放无数条红色触手冲向偷袭者，无论逃跑在何处，捕食都能找到并吞噬。金泰贤的一只眼睛瞬间变成了鲜红色，他的眼神犀利无比，他用手一把抓住了飘在周围的红色气息，随即嘴角勾出不易察觉的冷笑。他倒是要看看这个偷袭者还有什么方法能重创自己。此刻，城市恢复了以往的平静，在昨晚的战场上，有一道身影趴伏在地上昏迷不醒，他是昨晚与那头 S 级魔兽对决的安贤珠。要不是那个偷袭者，他昨晚早就将那头魔兽解决掉。就在这时，他的面前显现出了一头庞大的身影，随即怒吼一声，使出自己堪比2辆面包车的拳头，就准备砸下去。砰的一声，一拳砸下去，烟尘四起。等烟尘散开，地上早已没有了安贤珠的踪迹。下一秒，他的身后响起了一道浑厚的声音。看来 S 级魔兽喜欢趁人之危啊！一个毫无战斗力的觉醒者也好意思下得了手。S 级魔兽愤怒地转身看去，下方金泰贤左手拎着安贤珠的衣服，眼睛丝毫没有恐惧地直视魔兽，随后使出自己的捕食技能，周围又重新出现鲜红色的恐怖气息。他要会会这头 S 级魔兽到底有多强。一转眼，金泰贤和黄在英回到了家中，叔叔无比担心两人会在外面出事，
他们都听说了地下城的大门出现裂缝的事，他们欣喜若狂地看着两人，幸好没事。进入家中后，金泰贤拿出了手机观看新闻，新闻上赫然显示的画面是昨晚上战斗的视频。此刻，学校门口站着2位穿着黑色西装的保镖。政府考虑到后续地下城还会再次爆发的可能性，随即吩咐各个学校停课1周，并且学校里无缘无故多出了许多伤者。女医生拼命解释自己醒来就在这里了，就连立即觉醒者安贤珠也在这里，但她却一直在被媒体采访。另一边，金泰贤背着书包来到了深山老林，他来到这是为了进入下一个阶段。没走一会儿，他的面前赫然出现了一座火车洞口，他不顾自身安全，坚定地走了进去。其实这个世界上是存在药水的，侯团为各种目的的创造的灵丹妙药，如法力或疲劳恢复，但是这种魔药贵得离谱，要获得这种药水就必须靠打猎赚钱购买。如果要打猎，金泰贤必须要有法律的许可，所以他就只有一个选择，探索发现的地下城。人出道便展现出巅峰实力，开局觉醒最强捕食天赋，成为能够吞噬一切能力的存在。当敌人对他发动进攻时，他却从容不迫地运用石化技能进行防御，随后毫不客气地将其一脚踢飞，立即恶棍寒上道：“那个到处杀人的疯子是你，对吧？很高兴见到你。”紧接着，二人展开了一场激烈的攻防大战，但明显敌人的利刃难以穿透男人的石化。虽然他并不知道男人为何会知道他，但如果男人太过自信的话，可就大错特错。因为总有意料之外的事情发生，下一秒只见其当场启用隐身技能，而男人只能左右挥拳进行防守，却在一瞬间被对手抓住了破绽。随后一道斩击落下，重创了他的手臂。像你一样的家伙，我们不知道猎杀了多少。那些把自己的技能认为是无敌的人，每当自身的弱点暴露时，总会试图逃跑。在你死前给你最后一句忠告，每个技能都存在弱点。就在敌人一顿猛烈的输出后，此时男人身上的石头几乎消耗殆尽，看起来石化并不能完全阻挡所有进攻，在敌人接连进攻下，石化就会变得脆弱无力。这家伙难道早已看出来了吗？不过正如预料中的那样，男人的身体能力果然不是一般的D级，他甚至能和 B 级进行肉搏。那么现在是时候结束测试了。与此同时，敌人却向他发动了猛烈攻击。我与你对战是有原因的，只因我要掠夺你的技能。下一秒，他突然使用了隐身技能，随后在男人周围徘徊着。然而男人却轻轻举起了左手。不是你说的吗？每个技能都有弱点。他使用了多次捕食后就发现了这一问题。让人意外的是，没有任何一只怪物能逃脱捕食，也就是说，无论你逃到哪里，都无法躲过捕食。下一秒，敌人便被他吞噬。与此同时，安贤珠躺在地上奄奄一息，面对巨人的攻击，他毫无还手之力。就在千钧一发之际，男人一个瞬身将他救了下来。这么快就躺下了，你可真是太舒服了。画面一转，男人带着表弟回到家里，而他们非常担心两人的安危，毕竟发生了那么危险的事情。与此同时，世界各地纷纷发布通知，目前门破现象已完全解除，而那些英雄们也得到了及时的救治。面对着媒体的采访，安贤珠痛苦地表示，击败巨人的英雄另有其人，然而因为没有发现巨人的尸体，所以众人还是很担忧。看着手机里没有关于男人的消息，此刻的他终于舒了口气。那么接下来就该进入下一阶段了。尽管他现在拥有了3个技能，但以他目前的水平很难同时使用3个技能，不仅魔力很快就会消耗干净，就连疲劳值也容易达到上限。最好的解决方法是魔药，能够恢复魔力以及疲劳的药水，但价格非常昂贵且需要许可才能探索副本。因此男人只剩下一个选择，那就是探索尚未发现的副本 B 级魔物蜘蛛姐妹。如果只是简单的 B 级魔物，那么它需要吸收几百只才能进行等级提升。下一秒，只见他们猛然朝着男人发起了进攻。面对眼前巨大的丝球，男人从容地使用捕食技能进行抵御。接下来就是吸收魔物的时刻，伴随着男人的吸收，他再次获得了一项新技能麻痹。而在另一边，玩家协会，玩家可以探索副本，清除副本。为了达到目的而被批准使用技能的觉醒者，目前 H 国共有5大势力，其中就拥有最强的4大公会，以战斗为主的战士，以炼金为主的工匠，以魔法为主的法师，以收集信息为主的夜行者，以及包括4大公会所有玩家公认的机构。H 国玩家协会面前的分别是夜行者公会会长 S 级玩家于爱英，玩家协会会长 S 级玩家池正辉。目前最棘手的是邪恶公会，他们的成员都带着刻有3颗骷髅的金戒指，他们到处烧杀抢掠，无恶不作。最近他们也开始针对玩家，但你找我来并非是为了这件事吧？当然，有件事想听听你的意见。我记得你当初在19岁时就通过了玩家测试，那么你认为一个高中生能够击败那些魔物吗？与此同时，男人正在给炼金术行会打电话，因为他想要买些魔药。男人随手捡起了几颗破烂石头，却成为了炼金术行会的超级 VIP， 只因这些石头竟是传说中的魔石，是制作昂贵魔药不可或缺的材料。就在门破事件后，学校重新开放，
而在此期间，男人通过锻炼提升自身素质，以及清除副本积攒魔石，凭借积攒的魔石，男人最终成为炼金术行会的超级 VIP。与此同时，经过多天的锻炼，男人的各项技能都提升到了 C 级，就连自身等级也提升到了 C。不过即便如此，他知道自己还有很长的路要走。此时众人的表情尽显惊愕，毕竟击败贺珠等人将引发不少麻烦。就在这时，一群人缓缓向男人走来，为首的竟是贺珠等人的老大 S 级觉醒者李正宰。他是泰山集团的第3代继承人，曾赞助过泰山学院，同时也是个大校霸的老大，并且指使手下欺负男人的罪魁祸首就是这家伙。不过你来这里有什么事吗？你这该死的家伙！听闻他背后的手下怒不可遏，但下一秒只见一拳将其击飞。在这里你没有资格说话。紧接着他又把目光投向男人，我知道你击败了贺珠，但你不要太过嚣张。你知道站在你面前的是谁吗？看起来这就是 S 级觉醒者的实力，果然与众不同。男人此时心中充满了好奇，他将如何应对捕食呢？就在这时，一道声音打断了他们，竟然是林雅英。她是学院公认的 S 级天才，她拥有极高的学识和声望，未来她将成为 SS 级别的玩家。她有个缺点，那就是性格非常倔强，只要是她认定的事就不会改变。在李雅英制止的情况下，此刻的她有些不满，眼瞅着两人即将在教室内动手，下一秒李正宰却聪明地选择了离开。但随后他突然向林雅英发起进攻。就在双方即将开战时，一旁的广播响起了通知，玩家协会将举办一场特别讲座，所有的学生请前往大厅集合。玩家协会片刻思索后，李正宰率先前往大厅。你还好吗？金太贤，你还站在那儿干什么？没听到要去大厅集合吗？听闻林雅英呆愣在了原地，画面一转，台下的众人议论纷纷，这次讲座的主题到底是什么？与此同时，讲台前的大叔开始自我介绍，我是人力资源部副经理高太旭，我来到这里只有2个原因，首先是为了门破事件进行安全培训，其次是为了告诉你们，有关玩家协会测试变更一事，我们 H 国玩家协会的未来就掌握在你们这些新人的手中。察之眼能看透2大天才的所有能力，却对男人没有任何效果，这让协会部长大吃一惊。这种情况无论是对协会会长还是工会会长都是前所未有的。就在部长宣布玩家考试有所变更后，此刻众人开始议论纷纷。随后部长解释道，因为最近发生的门破事件，导致副本和怪物的数量急剧增加，导致玩家协会人手不足，因此从今天起将允许高中生参加玩家考试。这一消息震惊了在场众人，他们将根据综合数据选拔最优秀的人才。而男人一眼就识破他在说谎，虽然这次考试允许高中生参加，但实际选拔已开始，那便是通过高太旭自身的技能洞察之眼，他能看到所有人的能力数值，甚至在集中注意力时看到他人状态窗口。而部长对此感到满意，只因这里的数据比其他地方要好得多，有许多能成为玩家的人选。但其中最让他震惊的是，面前的2人，虽然他收到夜行者给的推荐名单，但未经训练的觉醒者拥有如此高的数值，真是捡到宝了。就在这时，李正宰提出自己的看法，既然是有关于玩家考试的内容，那么这里有个人不适合站在这里，玩家考试只有觉醒者才能参加，换句话说，像他这样的非觉醒者根本没有资格在这里。力量并非玩家的一切，觉醒的等级，拥有处理不同情况的能力，或是关于深渊的广博知识。要成为一名合格的玩家，需测试各项能力，但这些考试都是基于觉醒者的前提，对于非觉醒者来说，这无异于在伤口上撒盐。而男人明白他所做的只是为了确认自己是否觉醒，尽管林雅英想阻止他，但一想到男人无动于衷，于是便放弃了这个念头。面对咄咄逼人的李正宰，男人丝毫不在意，因为他早已想好应对方法，并非一定要让他亲眼看到才能得到参加考试的资格。这样的表现让部长很是意外，身为 S 级觉醒者竟然欺负一个弱者。可当部长用洞察之眼看向男人时，却令他非常震惊，因为他竟看不出男人的能力数值。就在这时，男人开口说道，既然非觉醒者不需参与，那我选择离开这里。而此刻的部长仍旧感到非常震惊，无论是协会会长还是工会会长林雅英，在他们身上都从未出现过这种情况，可唯独发生在了这种小鬼身上。望着男人离去的背影，部长怎么都无法看穿他的数值，伴随男人轻蔑的一笑，只见男人数值得到了确认，然而却让他当场怔愣在原地，因为他的数值居然高达5096。画面一转，此刻金太贤正在查找有关王的线索。就在这时，李正宰的手下找到了他，威胁着你最好跟过来，如果我说不呢，你还有个开餐馆的阿姨吧。闻此，男人的眼神瞬犀利了不少，如果你不听话，可是会连累他人。只听一声巨响传来，图书馆瞬间一片混乱。别让我说第2遍，李正宰那个混蛋在哪里？誉为才华结晶体的 S 级觉醒者，却被男人打得毫无还手之力，这可把一旁的光头吓得一身冷汗，因为男人凭借着正面战斗超越了觉醒等级上的差异。就在得知李正宰的位置后，男人随即前往一处室内。对此，光头保镖感到非常惊讶，因为从男人来到这里，
光头保镖一直释放着状态异常技能，却对男人毫无作用。这种抵抗能力至少是1级以上觉醒者。果然如李正宰所猜测的那样，他已觉醒了能力。而李正宰叫他过来的目的是为了拉拢他加入自己的阵营。他计划着自己毕业后就创建一个工会，为此需要大量优秀人才，但不是像裴鹤珠那种三流货色，而是像你一样的家伙。随后他便朝着男人示意，忘掉以前那些不愉快的事情，成为他的忠实部下。那样的话，你和你的家人们都会过上美好的生活。然而男人对此不屑一顾，无论是财富还是名誉，这些都不是他要的，而你将会为越线的行为付出惨痛的代价。面对男人的不配合，李正宰突然爆发出一股凶猛的火焰。与此同时，一旁的光头保镖赶忙筑起一道结界，这样的话外面的人就听不到这里的动静。只见双方展开激烈的攻势，伴随着两者挥出全力一击，下一秒强大的力量瞬间将两人分开。可男人还没反应过来，就被李正宰一记鞭腿击倒在地，一瞬间一口鲜血喷出。这下你就认清自己的分量了吧？面对眼前的一切，光头保镖陷入了沉思。这孩子显然是身体强化技能型的1级觉醒者，他拥有强大的战斗技能和精神力量，普通人绝对不是他的对手。但今天他的对手是被誉为才华结晶体的 S 级觉醒者李正宰。金泰贤无论如何都打不过他。而就在这时，光头察觉到了一丝异常，只因男人渐渐赶上了他的速度，甚至一记重拳直击李正宰的面门，将他击飞数十米之外。就连光头都感到难以置信，少爷竟然毫无还手之力。而这时的李正宰也意识到了不对劲，因为自己的身体竟然无法动弹，这究竟是怎么回事？难道他的技能并非强化战斗能力？看起来终于发挥作用了。当初金泰贤通过卜筮获得了3种技能：石化、隐身以及麻痹。不过他并没有从一开始就使用所有技能，因为 C 级的麻痹无法穿透 S 级觉醒者的抗性，而火焰攻击范围太广，致使他无法使用隐身。而压箱底的卜筮技能则不能随意施展，于是他通过近身攻击增加李正宰身上的麻痹毒素，通过持续的攻击让毒素渗入体内，使得连 S 级觉醒者也无法抵抗，最终导致无法承受毒素的局面出现。望着男人缓缓走近的身影，此刻的光头感到无比震惊，这家伙简直就是天才，居然通过正面战斗超越了等级差异。不过这场战斗还未结束，李正宰开口呢喃道：“我承认你的确很强，但我绝不会被你这种家伙击败。”说完，他掏出一块魔石，下一秒他便将其当场捏碎。随后，只见一头火焰巨人赫然出现在男人面前。接下来，真正的战斗开始了。这出现2位数值突破2000的 S 级觉醒者，却引发了整个国家的狂热。如果出现了数值高达5000的觉醒者，整个世界都将震动。面对火焰巨人这样的庞然大物，此刻男人只能不停躲闪。就在巨人火拳猛烈袭来之际，男人纵身跃起，挥舞拳头向巨人袭去。只见巨人吐出一颗巨大的火球，下一秒2股强大的力量在空中激烈碰撞，火焰的威力还是占据上风，石化被瞬间击碎。紧接着一声巨响传来，男人被震飞数十米远。与此同时，一旁的光头一眼就看出这是少爷的 S 级技能火焰之心，可他目前的水平根本无法发挥出该技能的真正力量。他突然想起少爷刚刚用过的魔石魔力增幅石，此物是用怪物的心脏精炼而成的东西，拥有魔力瞬间暴涨的能力，虽然可以让他使用真正的 S 级技能，只因魔力过于强大，所以稍有不慎将会自取灭亡。然而李正宰对光头的提醒毫不在意，更是使用火之剑让光头闭嘴，毕竟一个保镖还没有资格指挥他。就在这时，男人艰难站起，却受到火拳严重打击。望着倒地不起的金泰贤，李正宰忽然暴怒。见此情景，只见光头当即奔向男人，并示意他如果还活着就赶紧离开这里。可没想到的是，回应他的却是一击重拳。战斗还没结束，我怎么能逃跑呢？随后，只见他当即喝下了一堆恢复药水，展现真正 S 级觉醒者的实力。既然如此，那我也要动真格了。在另一边，高太旭部长向会长报告了有关学校情况，会长震惊不已，这些数值都是真的吗？当然，李正宰的数值达到了1900，李雅英是2300，他们都是 S 级觉醒者，没有经过训练就达到了 A 级玩家的水平，相当于倔国的圣女级别。圣女代表倔国的主要玩家之一，首次测量数据就高达2500以上的怪物，像金泰贤这样的家伙，简直就是怪物中的怪物。难道会是他的错觉吗？部长高太旭必须亲自验证这一切。与此同时，此时的光头目瞪口呆，因为男人正在吸收李正宰身上的火焰，就连李正宰也难以置信眼前所发生的一切，他居然输给了金泰贤。而他不甘心地表示，自己可是泰山集团的继承人，是 S 级觉醒者。面对李正宰的全力一击，男人却毫不在意。你是什么身份？跟我有什么关系？我可是拥有王权之力的男人。男人只是展现出强大的气场，却让在场的众人震惊，因为他的觉醒数据远超 S 级别的觉醒者，这可令众人大吃一惊。毕竟他的数值又上升了不少。就在男人使用王权之力后，只见无数红色能量瞬间吞噬李正宰，伴随着
撤了。此刻体育场顿时乱作一团，而李正宰瘫倒在地。不过男人很是意外，一级玩家血熏道，没想到在男人使用捕食技能时，他竟然能将李正宰拖拽出来。不过好在男人得到了他的技能。就在这时，光头表示李正宰可是泰山集团继承人，如果再这么继续下去，可是会出大问题。但男人淡定表示，他又不是怕事的人，尽管没有打算杀掉李正宰，但总要拿某种东西交换他的性命吧。既然是泰山集团继承人，那么他的命至少值个10亿吧。与此同时，体育馆内的巨响引起了众人的注意。李雅英意识到这股魔力和火焰都是李正宰的能力，难道他是在和金泰贤战斗吗？随后只见他急匆匆地赶往现场。此时的李雅英非常后悔，当初他就应该阻止李正宰的行为，拜托了金泰贤，你一定要平安无事。画面一转，此刻的李雅英正一脸的难以置信，你来的真是时候，麻烦你把这个人搬到医务室。正当他想要知道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时，男人声称他可能是从楼梯上摔下来了，并嘱咐不要让任何人知道他曾出现在这里。随后他便转身离开了这里。另一边，男人终于松了口气，不过事情全都得到了解决。可是这又是个什么东西呢？魅力获得5点，新技能君主之心 C 级。不过魅力不是一人专属的能力值吗？为什么捕食完李正宰之后会出现这个，并且还不是火焰心脏？君主地心脏能提高团队成员能力值，李正宰竟然拥有如此稀有的技能，这简直太棒了！这种技能可是非常稀有的存在，能够影响整个队伍的技能等级，并且可以与所有技能组合使用，完全想不到会碰到这么好的事情。就在这时，只见几辆轿车突然停在男人面前，原来是玩家协会部长高太旭。尽管他有很多问题想问男人，但他最好奇的还是，你刚才到底在体育馆内做了什么？另一边，光头保镖将所有事情汇报给了泰山集团社长，打伤了我的儿子，还让我买下他的生命吗？真是太有趣了。随后会长答应了男人的要求，不过既然事情已经发展到这个地步，那么我也要找回我的面子。伴随着他响指一打，两道人影出现在他面前，令光头大惊失色，对方还只是个孩子。闭嘴，我讨厌没用的家伙。这位便是泰山集团社长 S 级玩家李正秀。另一边，此时的男人面对部长的问题表示疑惑，不确定他指的刚才体育馆里的动静，还是之前课堂上的事。然而他觉得部长不会为了刚才的那点小事来找自己，于是男人便尝试性地问道，难道你说的是刚才的爆破事件吗？部长表示否定，那种小事会有其他部门处理。闻此，男人立即信心十足，随后便开门见山地说，既然你来找我，肯定是给我玩家考试的请帖对吧？你为什么会这么肯定呢？因为答案已经显而易见了，不是吗？能够吞噬一切的捕食技能，犹如黑暗中的猛兽，神秘而强大，却有一个致命的弱点，那就是在体能不足时，身体会因过载而无法使用捕食。这可把男人吓出一身冷汗，只因这是他头一次遇到这种情况。就在男人展现出自己的全部实力后，只见众人被惊得正愣在了原地，因为他的数值居然比之前还要高上不少，这就意味着上次的数值也是真实的。这家伙到底是谁？画面一转，男人将参加玩家考试的消息告诉了表弟，听闻他睁大双眼，张着大嘴呆愣住了。一切看似平静，泰山集团应该解决体育馆内发生的事情，从而减少高太旭对男人的怀疑。他需要做的就是好好准备1个月后的玩家考试。突然一通电话引起了他的注意，与此同时，有2个人正鬼鬼祟祟地注视着他的家。他们很是不解，为什么协会的玩家会保护一个高中生？看起来他应该是参加本次考试的考生。来者是被称为黑白兄弟的刺客，哥哥黑技能前行，身体强化；弟弟白技能隐身。他们的到来意味着男人将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，他们将教会男人什么才是真正的觉醒者。就在这时，一声闷响从身后传来，该死，你到底是谁？然而回应他的却是一记袭击，我就是你们口中的那个高中生。而在几个小时前，光头听到男人提出的条件后震惊不已，毕竟10亿可不是他能决定的小事。当然，男人深知这一点，他只是希望光头能够尽量办成此事。而为了防止光头出现叛变，他要求光头带上这个东西——觉醒者地盟约，通过觉醒者的魔力做出的签约方式，一旦违反，将会永远受到随机惩罚。除开刚刚的10亿，光头还需要处理体育馆发生的事情。如果对方想要报复他的话，必须提前告知。而男人也是通过光头的汇报，才得知刺客的到来。就在这时，面对敌人的猛烈进攻，只见男人游刃有余地进行着躲闪。下一秒，男人看准时机，奋力挥出一拳，却被其轻松躲过。紧接着，他向男人狠狠地砸去，然而却扑了个空。就在他愣神之际，男人早已顺身来到他的头顶。看来你们除了隐身之外，就没有任何能力了吗？另一边，夜行者和协会会长正在讨论玩家考试一事，而他听说了一件有趣的事情。据说高太旭部长抛下了所有的 S 级觉醒者，亲自去联系了一个孩子。难道你就不好奇这个孩子到底有多强吗？才会让部长亲自出马。与此同时，黑白兄弟已经被男人收拾得服服帖帖。男人望着手中的红光陷入了沉思。由于身体过载，
无法使用捕食技能。片刻后，男人通知了部长过来进行收尾。你知道是谁袭击了你吗？他表现出一副毫不知情的样子。毕竟就算说出来，他们也无法解决此事。难道参与者的名单泄露了吗？看来要通知其他人加强保护措施。男人最担心的还是无法使用捕食技能的问题，这让他感到无比的焦虑。看来他还是需要提高一下自身的属性值。提高属性值的方法，要么通过捕食魔物提高觉醒等级，要么通过捕食觉醒者来提高觉醒等级，但那都需要用到捕食技能。该死，如今只剩这一个办法了吗？所有人都被2大 S 级天才的精彩表现吸引，唯独部长期待着男人的表现，毕竟他拥有超越 S 级的觉醒数值。然而结果却让他大吃一惊，只因男人竟被1级觉醒者所压制。就在采访结束后，此刻金泰贤急匆匆赶到考场，考场内人山人海，热闹非凡。就在这时，林雅英一脸吃惊地看着金泰贤，她没想到会在这里遇到他，并且他似乎有了某些变化。男人只是轻描淡写地说，只是稍微锻炼了一下身体。尽管林雅英听说男人觉醒了能力，但一个人能在1个月内改变这么多吗？正当他想要询问上次体育馆内发生了什么事时，一阵广播响起，承担未来的年轻人们，欢迎你们的到来，这里将从觉醒者中挑选出适合成为玩家的家伙。第一场考试的规则便是收集，每人胸前都有个号码牌，失去号码就意味着落选，而拥有5个号码牌的人将会脱颖而出。时间限制为1小时。下一秒，比赛场突然震动起来，整个场上瞬间发生了惊人的变化。考试允许使用各种手段，但绝不能危及生命。第一个测试现在开始。众人心中早已确定了第一个目标，那便是 S 级觉醒者林雅英。但他们万万没有料到的是，对方的实力远远超出他们的想象，仅仅一击，众人便被瞬间击倒在地。就连屏幕前监考官们都对此啧啧称奇，不愧是圣女级星星，拥有如此惊人的能力。不过其他考生的表现也比去年强上许多，其中最让人期待的是来自釜山的 S 级觉醒者申允福。考试已过20分钟，却没有任何人能够靠近他。就在众人讨论着林雅英和他究竟谁更胜一筹时，此时部长正紧盯着金泰贤的动向，毕竟他展现出了惊人的数值，肯定轻而易举地通过这次考试。金泰贤，使出你的全部实力吧。然而金泰贤的表现却出乎意料，因为他正和1级觉醒者洪正旭打得有来有往。难道我判断错了吗？因为他竟然被1级觉醒者洪正旭压制，对方的每一次攻击他都没有躲过。但很快他便理解了男人的做法。与此同时，两人正在打得火热，在承受住洪正旭一次又一次的进攻之后，此刻他忍不住朝着男人发问，实话本就比钢铁等级要低，你还一直故意挨打，你到底是何用意？就在这时，只见男人瞬间爆发出一股魔力，看起来挨打还是有用的。历经1个月的训练，捕食的封印仍没有解除，这就说明属性值还是不够。提升属性值的方法就是让肉体接近极限，竭尽全力的战斗就是最好的训练方法。伴随着他挥出全力一击，洪正旭应声低不起。第2张号码牌到手，屏幕前的高太旭放声大笑起来。他果然不是一个正常的家伙，在如此大规模的战斗中使用这种训练方法，金泰贤你的大胆使我背脊发凉。不过现在才是重点，若他是为了属性值而战，那么刚才的对战已经消耗了太多体力，为了保留体力，他应该找那些较弱的家伙。而部长却突然露出震惊之色。此时众人对眼前的一幕也是忧心忡忡，只因一名 C 级觉醒者要挑战 S 级觉醒者。此时男人已经来到申允福的面前，而申允福却拥有147个号码牌。望着拥有众多号码牌的申允福，男人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，我只需要打败你就完胜了。即使是顶级石化也无法穿透的雷神之怒，却被一颗石头轻易打穿，这让 S 级选手申允福感到不可思议。他并不知道，这种石头是专门为玩家考试场地准备的材料，可以抵抗觉醒者所有的力量。就在男人锁定目标后，此刻双方展开了激烈的攻防战，雷电劈头盖脸袭来，男人灵巧的躲避，伴随着雷神抬手一指，又是一波雷电向男人袭去，但仍被其轻松避开。与此同时，男人正使用石化技能踢向雷神，却未对其造成任何伤害，只换来了些许称赞。毕竟能够近他身的家伙已经不多了。伴随着一声巨响，只见男人被狠狠击飞出去，连他自己都没有想到，雷神申允福如此强大。强大的雷电之力不仅能阻挡所有的进攻，并且其强大的力量还能同时实现近战和远程战斗。而此刻的男人正在思考着，在不能使用捕食的情况下，要如何突破他的防御。就在此时，申允福突然向他发动进攻，而男人侧身躲避着，可没想到却被其一脚拦住去路。随后就是申允福的连续攻击，男子只能后撤躲避。可就在这时，伴随着他双手一挥，只见无数雷电之力倾泻在男人身上。此时的申允福对他进行着嘲讽。下一秒，只见男子使用了石化技能，巨大的石拳径直朝着雷神挥去，可仅是抬手之间，却被毫不费力的摧毁。伴随着强光灼眼，此刻男人顿时失去了视野。而在这时，雷神正高举着右手，
下一秒一股雷电之力直击，便径直击打在男人身上。不过男人凭借着强大意志接了下来。申允福对此很是意外，他原以为参赛者都是些三流货色，唯一能够跟他较量的也就只有林雅英一人。可他没想到的是，居然还存在这种家伙。就在这时，此时一发石子向他迎面飞来，正中他的额头。就在申允福分神之际，男人已然来到他身后，伴随着男人全力一挥，无数石子瞬间击打在雷神身上。令他不解的是，男人的进攻会奏效。的确，石化技能根本无法穿过他的雷电防御，就算是最高等级的石化，只要是触碰到雷电的瞬间就会被全部击碎。但玩家考场却有所不同，因为这里使用了能够抵抗玩家力量的特殊材质，虽然它可能会破碎，但永不消失，所以男人将这种特殊材料当成武器用，就可成功突破雷神的防御。申允福，你根本不是我的对手。誉为最强的黑马与 S 级天才少女的对决终于拉开了序幕。本应是一场让人热血沸腾的巅峰对决，却不料结局出乎所有人的预料。就在男人挥出一举将申允福解决之后，观众席上顿时沸腾了。S 级觉醒者竟然被 C 级选手击败了，这个金泰贤究竟是何方神圣？而一旁的部长悬着的心终于放了下来，他可真是个了不起的家伙。下一秒，他的眉头紧接着又紧锁起来。与此同时，他看着地上散落的号码牌，自己只需等待考试结束即可。就在这时，一枚冰锥突然向他飞来，男人纵身一跃，巧妙地避开了。他很是不解，为何会突然出现冰锥呢？但很快眼前发生的一幕让他震惊不已。只见无数冰花在空中绽放，转眼间编织出了一片巨大的冰域。这时林雅英缓缓向他走来，此刻男人很是惊讶，他怎么会在这里？难道他一直在观看这场比赛？就在这时，他却发表了自己的观后感。他认为能力越大责任越大，没有责任心的使用能力只是野蛮的行径。金泰贤，你确实很强，就连他也没有想到男人会以这种方式打败申允福，所以你也是用这种方法打败李正宰的吧？随着他的话音落下，只见巨大的冰柱从天而降，紧随其后的是无数冰柱的暴雨，而男人面对眼前的景象也只得四处躲闪。就在这时，林雅英一脚将男人踢飞。他曾信任过这个男人，认为他和李正宰不是同一类人，不会因为一己私欲而鲁莽行事。但自从目睹了他的战斗，他发现自己错了。无论是李正宰和裴鹤秀身上的伤，都是这个男人造成的。伴随着一颗巨大的冰柱拔地而起，随后只见男人重重地摔倒在了地上。只因男人滥用能力，才导致他们现在还躺在病床上。不过那也是他们咎由自取，他不会举报男人的行为。他还是希望金泰贤能放弃这场玩家考试，因为他觉得金泰贤没有资格成为玩家。而男子听闻此言，对此做出回应：一个连李正宰都无法阻止的家伙，在这谈什么力量和责任？到最后你想做的不就是淘汰我吗？难道你在害怕我的力量吗？听闻林雅英的决心已定，下一秒伴随着他开始凝聚魔力，只见一把巨大的冰霜之锤出现在他手中。金泰贤就到此为止吧。面对如此强大的魔力，此时的金泰贤感到无所适从，石化被粉碎了数百次，早已失去了它的功能，而隐身在这种大范围攻击下根本毫无作用。虽然君主的心脏已经完全发动，但在这种情况下也无济于事。最糟糕的是捕食仍旧无法发动，并且由于体力不足，根本无法在对战中注入麻痹毒素。就在这危急关头，他决定孤注一掷。此刻只见男人朝着林雅英冲去，然而在林雅英猛然挥出一击的瞬间，整个场内亮起了一道白光。就在众人好奇会是什么结果时，眼前的一幕让所有人惊得说不出话来。与此同时，随着迷雾的消散，只见两人的身影出现在众人面前，居然吻上了。即玩家是每个觉醒者梦寐以求的巅峰，因为玩家和觉醒者之间有着天壤之别。就算是像雷神这样的强者，在真正的玩家面前，也只是微不足道的蝼蚁。就在这猝不及防的一幕出现后，谁也想不到，当林雅英猛然挥出巨锤时，男人却朝她扑去，只因要给她注入麻痹毒素才会和她 kiss。释放状态异常类型的技能时，内部释放的近距离操作将极大提升成功几率，所以金泰贤选择让他吞下含有麻痹毒素的血液。不过 S 级觉醒者自身有着强大的抗性，这算得上是放手一搏了。好在这次的尝试成功了。就在这时，场内广播响起，第一场玩家考试结束，请各位考生待在原地。而在结束完考试之后，所有受伤的考生都及时得到了治疗。林雅英尽管中了麻痹毒素，但幸好号码牌未丢，成功通过玩家考试。至于金泰贤，虽然只获得7个号码牌，但击败了申允福和林雅英，这让他成为了玩家考试的焦点。不过这个治疗技能还是很棒的，是否应该要补施一个呢？就在这时，申允福突然对男人发起了进攻，就连男人也没有想到申允福居然会出现在这。这次你该无法使用那种肮脏的伎俩了吧？伴随着他猛然用力，两人瞬间被弹开。此刻围观的众人津津有味地观看着他们，而就在下一刻，突如其来的雷电便打在他们身上。接下来就让我们光明正大的打一架吧。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，一股无形的力量瞬间袭来，申允福当场被压制在地。此刻他痛苦地哀嚎着，
而男人则一脸惊愕。只见眼镜男缓缓走向他们，该死，你们就不能安静一点吗？而男人一眼便认出，此人正是 S 级玩家朴成镇，他是玩家协会中最优秀的玩家之一，未来将会成为双 S 级玩家。他惊讶地发现，竟然还有人能站在他面前。伴随着他的猛然发力，只见金泰贤身上的压力愈发沉重。让他没想到的是， S 级别的觉醒者与玩家之间的实力差距竟如此悬殊，而朴成镇自己也有些惊讶，毕竟这样的力量连老玩家也难以承受。就在他准备再次发力时，一旁的医生及时制止了他。在经过医生的一番思想教育之后，他询问男人的名字。男人回应道：“我叫金泰贤，原来你就是那个击败2位 S 级的新起之秀，这真是太有意思了。很明显你的目标是成为 S 级玩家，对吧？我会在终点等着你。”画面一转，众人迎来了第2场玩家考试，而这场考试简单明了，那便是通过他身后的大门进入地级副本。听闻众人都感到非常震惊，竟然是真的副本吗？规则是5人一组，在监考官的带领下攻略副本。进入副本之后，考生的一举一动都会被评估，包括战斗、观察、知识、医疗和救援，协会提供需要的武器和消耗品。那么接下来就请按顺序进入大门。而此刻的男人则表现得一脸轻松，毕竟有玩家在场，应该不会有任何问题，除非遇到双重副本。阿波卡利普托，那是个 S 级别的副本，最初在玩家考试中的地级副本中发现了他。刚进入副本，考试小队就遭遇团灭，这也导致了后来许多还未发现的副本被禁止进入。如果男人能提前阻止他就好了，但谁会相信他毫无根据的话呢？而现在的他还有自己的事情要做，只要他不是第一个发现双重副本的人，就能找到足够多的生存方式。不经意间，考官露出了他的戒指，却把男人惊得冷汗直流，并不是因为他有多强大，而是因为前世发现副本的人就佩戴着这枚戒指。就在男人进入副本后，看着眼前的5人，此刻男人沉默不语，因为这次考试的监考官 A 级玩家马涛学正是第一个发现双重副本的人。画面一转，进入副本的众人干劲十足，不到片刻便迅速消灭了眼前的怪物，就连监考官都对他们赞誉有加。尽管是首次实战，但大家的表现非常出色，获得玩家资格只是时间问题。然而男人疑惑，为何他恰好加入了这支队伍，绝对不会出错。马涛学所佩戴的戒指，正是当初第一个发现双重副本之人的物品。贤者之戒，等级独一无二，全属性值提升10倍。面对 S 级双重副本，没有捕食技能的他似乎只有死路一条，为此他必须想方设法阻止他们发现双重副本。机会很快就出现了，当众人纠结选哪条道路时，只见男人朝着右边的道飞奔而去，这让考官大惊失色。独自行动太危险了，但男人别无选择，为了不让他们发现双重副本，他只能孤注一掷。可很快他便会后悔自己做出的决定。只见一道空间之门出现在众人眼前，为何副本内部还有一道空间之门？男人一眼便认出，这就是传说中的双重副本阿波卡利普托。该死，没想到绕了这么一大圈，还是绕回了这里。就在队友准备上前一探究竟时，只见男人立刻制止了他的行为。毕竟副本内部居然出现了新的洞口，这不是很奇怪吗？出现如此异常的情况，应该先向协会汇报吧。当然，就连监考官也是第一次遇到这种情况，但他思虑再三，还是决定进入一探究竟。因为洞口散发的魔力仅有地级，而且就算出了什么问题，也还有1级玩家在场。再者，如果真的是特殊事件，那么进入里面探索可是能够得到不少分数的。这可把男人吓了一跳，可是这不是违反了原则吗？但却遭到了考官的反驳。金泰贤，你连团队合作都不知道吗？有资格说这种话吗？听闻众人开始指责男人，伴随着考官打了个响指，只见白光一闪，一切变得模糊。当男人重新睁开双眼，却被眼前的一幕吓得背脊发凉。这里看起来并不像地级副本，望着眼前矗立的巨大雕像，此刻众人议论纷纷。就在这时，男人却示意他们安静，因为他们已经来了。话音刚落，2道人影缓缓出现。当看清他们的真实面目后，众人惊恐万状，因为居然是级魔物死亡骑士。随后考官迅速做出反应，示意众人进入战斗准备。下一秒，只见魔物向着他们猛扑而来，而众人侧身灵活闪避。紧接着考官分配了各自的任务，由他使用魔法牵制住敌人，众人则瞅准时机对其造成伤害，而持有盾牌的人则需要站到前方抵御魔物的进攻。在经过众人片刻的努力后，他们终于消灭了1级魔物，就连他们自己也不敢相信，居然战胜了1级魔物。就在众人沉浸在胜利的喜悦时，下一幕却让他们怔愣在原地，只因新一批死亡骑士正朝他们缓缓逼近。现身了！双重副本中最终 BOSS 终于现身了。就在新一批死亡骑士到来时，所有人惊愕之情溢于言表，男人却发现了不太对劲。片刻之后，众人再次清理完一波魔物，此刻他们已经达到了极限，可魔物的数量并未减少，每消灭一波魔物，下一波就会数量翻倍的出现。按照这么发展下去，如同噩梦般循环，众人迟早都会死在这里。就在绝望的氛围笼罩整个战场时，男人表示自己发现了奇怪的地方，而考官的眉头紧锁。
这家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战斗了这么久，他却依旧精神抖擞，而且他还是第一个发现这扇门很危险。而他们不知道是，如果没有那颗君主的心脏这项技能，提高了他们的能力值，他们的生命早就戛然而止。那么你觉得奇怪的地方是，虽然只是他的猜测，但这应该不是死亡骑士。听闻这个想法让众人无法接受，而接下来他必须亲自证实这个猜测。随后他挥舞着巨剑冲向魔物，面对敌人的围攻，只见他身形一跃来到空中，紧接着手中的巨剑带着雷霆万钧之力砸向那座雕像，伴随着一声巨响传来，只见雕像应声碎裂开来。与此同时，周围的死亡骑士也随之消散，随后整个场景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。这居然是幻影吗？幻影陷阱，这是让我们与假象敌人进行战斗的陷阱，为的是消耗我们的体力。此刻众人无法接受这个事实，他们战斗了这么久，居然只是幻影。但考官的眼中却充满了好奇，只因他并未和死亡骑士打过，他怎么知道这是陷阱呢？当然是因为直觉，毕竟死亡骑士可不会这么弱小。随后他便叮嘱着众人必须离开这里，否则都会死在这里。尽管幻影陷阱已被摧毁，但情况并没有好转，因为双重副本的出现，导致副本内部空间完全改变了，并且由于刚才的战斗，此刻的众人身上布满了伤痕，精力耗尽。我们唯一的希望就是找到副本的出口。在一番紧张的探索后，他们终于找到了一扇门。尽管开启它可能意味着更大的危险，但眼下别无选择。伴随着大门缓缓开启，考官震惊不已，因为门内一个死亡骑士跪伏在地。正当众人以为胜利在望时，只见更多的死亡骑士如同潮水般涌现，随后一阵火光亮起，瞬间照亮了整个房间。此刻众人的身体不由自主地颤抖着，因为映入眼帘的竟是无数只死亡骑士。就在此时，一道声音响起：该死的人类，你们大老远的来到这里，战斗的号角已经吹响，开始进行决斗吧。解除了，被封印的捕食技能终于解除了。就在真正的 S 级 BOSS 现身后，一股强烈的战意弥漫在空中。此刻他想要众人1对1的决战。面对着汹涌的敌军阵势，众人陷入了深深的恐慌。此时男人大喊：我们要冷静下来。可身后的3人已吓得逃离了现场，他们宁愿回到最初的地方，也不愿意再次殒命。就在这时，死亡骑士朝着他们袭来，瞬间将他们重创倒地不起。眼前的一切让男人和监考官惊愕不已。此刻男人大声呼喊马涛雪，我来拖住他们争取时间，你去寻找出口。可下一秒，马涛雪却将他击出门外，紧接着用魔法筑起了一道围墙。男人非常困惑，不明白他为什么要这么做。此刻只见他开口呢喃道，他一直梦想成为一名 S 级别的玩家，但他无论如何训练和提高技能，可得到的却离目标越来越远。他本以为解决了双重副本，梦想就能实现，但看起来他想的太天真了。面对死亡骑士的进攻，只见他抬手使出一记 X 斩将其击杀。监考官不得不承认，金泰贤拥有成为 S 级玩家的潜力。他希望金泰贤能带领受伤的队友离开这里，而阻止这些魔物，则是他作为监考官的责任。看着倒地的队友，他们似乎失去了生命体征。就在这时，一声巨响传来，他回头一看，只见一排排死亡骑士站在他面前，而监考官已经倒在了血泊之中。望着周围凄惨的一幕，此刻的男人陷入了恐惧中。与此同时，死亡骑士举起长剑，挑战他进行决斗。就在男人愣神之际，他看到了掉落的戒指，这是马涛学的贤者之戒。这时死亡骑士对他发起了进攻，男人巧妙地躲过了攻击，紧接着俯身捡起了戒指。如今的他唯有将活着的希望寄托在戒指之上。就在他戴上戒指的那一秒，只见周身巨大的一股魔力瞬间爆发，将周围的魔物全部消灭。就连 BOSS 都困惑不解，这股力量到底是什么？这时耳边传来提示，由于佩戴了贤者之戒，全属性提升时，所有条件已满足，捕食封印已被解除。人仅凭 F 级的捕食技能，便让 S 级别的 BOSS 震惊不已，因为这股力量正是传说中的王权之力。随着捕食封印的解开，此刻一股红色能量如潮水般迅速扩散，不到片刻，他便将周围的死亡骑士吞噬得一干二净。与此同时，面对敌人的蜂拥而上，男人使用捕食技能抵挡，轻松击退了蜂拥而至的敌人。他知道仅靠捕食还不够，只因吞噬他们大概需要10秒的时间，而在这段时间里，他必须运用自身所有的技能，利用一切进行战斗，只有这样他才能存活下来。就在这时，一只紫色长矛突然出现在他面前，把男人吓了一大跳。接着他目睹了更加惊人的一幕，只见 BOSS 凝聚魔力，下一秒，无数长矛悬浮在他上空，随后齐刷刷地朝他袭来。为了躲避 BOSS 的进攻，男人只能选择向前逃跑。随后他趁机使出全力向 BOSS 使用捕食技能，然而面对如此强大的能力， BOSS 却轻松地消除。此刻的他承认，金泰贤的确很强，但他所展现的能力还远远不够。伴随着 BOSS 挥出全力一击，此时的男人已倒在血泊之中。BOSS 对他身上的力量感到好奇，是谁给予他的？随后只见他使用骑士王的咆哮对男人进行攻击，然而男人身上却突然散发出一股神秘的力量，成功抵抗了一部分攻击。BOSS 早已怀疑他并非普通人，
也已知道男人能够听懂他们的对话，于是他再次追问：你的力量到底是什么？伴随着 BOSS 猛然发力，此时的金泰贤已陷入生死边缘。就在这时，阿斯摩德斯的身影又一次出现在他面前，望着倒在血泊之中的队友们，此刻的他意识到，现在和过去没有不同，没有任何改变。他不知道捕食技能到底是什么，作为人类自己却能听懂魔物的语言，他明明获得了力量和机会，却是什么也没改变。为什么王把力量给予他？就在这时，一道熟悉的声音在耳旁响起，接着一道身影缓缓出现在他面前。我已说过，我只是欣赏你的意志和韧性，你无需改变自己，只需勇往向前。下一秒，男人猛然睁开双眼，就在 BOSS 即将发出致命一击，此刻无数红色的能量朝四周袭去，所到之处一切尽被吞噬。这时的 BOSS 才意识到情况不妙，难道这家伙要利用身体让技能暴走吗？伴随着他的一声呐喊，只见体内的魔力暴增，瞬间吸引着 BOSS 的注意。随后他朝男人挥出全力一击，但被男人轻易抵挡下了。你不是很想知道这股力量是什么吗？那就亲自去探究吧。伴随着他的猛然发力，捕食技能提升至 B 级，紧接着一股魔力瞬间击打在 BOSS 身上，当场将他震飞。与此同时，男人拾起巨剑，随后来到 BOSS 身前，对他进行了多次挥砍。此刻的 BOSS 勃然大怒，当即召唤出许多兵器攻向男人。男人缓缓抬起右手，随后猛然挥出一拳，下一秒，一头红色巨龙飞扑向 BOSS。就在 BOSS 震惊之际，此刻男人开口呢喃道：我不是人类，这股力量来自王者之力。伴随着他猛然发力，只见 BOSS 被吞噬一空。这时耳边传来提示，增加一项新技能，骑士王的霸气。男人通过了第2轮玩家考试，却让所有的考官震惊不已，只因他独自通关了 S 级别的双重副本，所以他们推测这个男人拥有国家级别的战斗实力。当金泰贤用他的捕食技能击败了副本中的 BOSS 后，外面的众人紧张地凝视着洞口，他们重新测定了副本的难度，等级被判定为 S 级。该死，为何一个 D 级的副本会突然提升至 S 级？这样下去大家都会死在这里，因为仅凭金泰贤一人根本无法将其攻略。就在这时，副本洞口突然散发出阵阵紫光，众人以为怪物即将涌出，下一秒却看见一道身影缓缓出现。金泰贤终于回到了这里。画面一转，在金泰贤的努力下，所有考生成功撤离了副本，考试结果由离开副本前的成绩来决定，而死者也得到了妥善的安置。至于谁是那个攻略双重副本的人，高层决定保密，因为他们知道如果公开真相，金泰贤可能会遇到巨大的麻烦。当然，面前的2人深知这件事的重要性。此刻，协会会长朝着2人问道：那么你们如何评价他的实力？既然他能够独自攻略 S 级别的副本，他至少达到了 S 级玩家的水平，不过他目前的实际等级与 S 级还有很大差距，所以他的潜力同样是不可估量的。2人不约而同地看向彼此，随即向会长脱口而出：那家伙有望成为国家级别的战力。在另一边，金泰贤望着眼前的景象感到惊愕不已，只因无数只怪物正站在他的面前，为什么会在深渊里？就在这时，一道人影从远方缓缓走来，他忽然意识到走来的那人正是王。随着王的出现，周围的怪物纷纷发出凄厉的哀嚎，伴随着王抬手一挥，下一秒，只见所有的怪物便在瞬间被消灭得干干净净。而就在金泰贤愣神之际，此刻前方传来一道声音：我会一直等着你的，在深渊最深处的地方。随后男人从噩梦中猛然惊醒，此刻的他心跳如鼓，冷汗淋漓，只因他清楚知道那绝不是梦。而王说的话到底意味着什么？就连 S 级魔物都恐惧的捕食技能，甚至能听懂魔物的语言，这一切的谜团只有前往深渊才能解开。此刻望着技能列表上排成一排的 B 级技能，正如他所料，在与骑士王的战斗中，他的等级已经提升到了 B 级，如今他的能力值已经可以与 S 级别的玩家媲美。照这样的发展速度，他迟早会达到国家级别的战力。就在这时，门外的响声引起他的注意，随后一个陌生的人影出现在他面前。画面一转，此时的他已经坐在汽车上，心中很是好奇，4大行会之一的夜行者工会会长找他究竟有何事？随后会长解惑了他的好奇，他只是送他回家，同时顺便看看攻略双重副本的人是何方神圣。但金泰贤显然并不接受这样的说辞，他直接进入正题。第3次考试将与第1次一样进行模拟战斗，不过有所不同的是，外人将会坐在观众席上观看这场比赛，这就意味着他的所有实力都将暴露在众人面前，到时他一定会成为所有工会的目标。他此次前来的目的，就是为了提前邀请金泰贤加入夜行者工会，为此他愿意满足他所有的要求。然而面对会长的盛情邀请，男人却将其拒绝了。男人站在考试场上，就让所有玩家和考生无比震惊，更是想要联手将其击败，只因他是独自攻略 S 级双重副本的那个人，金泰贤。就在金泰贤果断回绝了他的邀请后，随后他便朝着家里赶去。而会长不明白他为何拒绝邀请，难道他已答应了其他工会吗？男人对此表示了否定，只因在他眼里，其他工会和夜行者是一样的，
他只是单纯的不想加入而已。就在他转身离开之际，会长一个顺身来到他的身后，并捂住了他的嘴巴。你不过刚刚成为玩家，居然敢拒绝4大公会，但他还是原谅了男人，因为他十分看好他。此时只见男人呢喃道：“你还是这么喜欢乱来啊，不愧是林雅英的姐姐。”听闻，会长震惊不已：“你是怎么知道的？我知道的可多了，关于你那个被抢的名字。”下一秒，只见一道绿光直冲云霄，会长当即爆发出一股强大的魔力，就连在一旁的小弟都皱起了眉头。这下糟了！于爱英会长的本名林雅英，当初身为玉龙集团首席执行官的私生女，本该作为未来继承人培养，但当父亲的原配生下小女儿后，她的名字便被夺走了。后来于爱英选择改变姓氏，成为一名玩家。不过这件事只有极少数人知道。此刻面对会长的震怒，只见金泰贤使用能力进行抵挡，并发动了骑士王的霸气进行反击，而会长很是震惊，这是什么力量？不但抵挡了他的进攻，还对他进行了反击。随后男人朝着会长走去，下一秒便将其壁咚在墙上。我劝你最好不要越界，于爱英小姐。闻此，会长露出一脸害羞的表情。画面一转，只见众人朝着竞技场内走去，这里便是第3轮玩家考试的主场。与之前未公开的考试有所不同的是，第3轮可以自由观看，当然主考官们也会在后台进行观看。连于爱英都伪装成平民也来到了现场。此时男人的叔叔很是担心，他听说玩家考试非常的危险，但表弟却示意他们不用担心这个，因为太贤哥一拳就可以干掉他们。一旁的经纪者有些坐立不安，由于上次采访了 C 级觉醒者，让领导很是不满，现在他面临着失业。那个叫金泰贤的孩子是不是已经被淘汰了？一旁的众人注意到了考场的气氛有点奇怪，那些身经百战的玩家们，甚至是身为1级新星的玩家李吉山，他们都盯着一个人看，难道他们想要联合起来扳倒那个人？他的实力到底有多强大？这时一道广播响起，请所有观众注意自身的安全，同时集中精力进行观看，第3轮玩家考试即将开始。人通过了第3轮玩家考试，却让所有的考官和观众震惊不已，只因他以一己之力将所有考生击败，一举跃升为 S 级别的玩家。当第3轮玩家考试拉开序幕，此刻金泰贤成为众矢之的，因为他们在赛前就达成了一致的想法，必须率先将其除掉。毕竟在第1轮玩家考试中，他单枪匹马击败了2大 S 级新星的怪物。面对一群玩家的围攻，在浓雾缭绕的瞬息万变之中，一道人影突然现身，他眼疾手快使出了石化技能，伴随一阵狂风暴雨般的击打，众多对手便在他的拳头下土崩瓦解。就在这时，地面上突然迸发出一道翠绿光芒，下一刻，无数藤蔓如同蛇信般伸展，将其紧紧裹住。他很是意外，这到底是什么？这时李吉山开口呢喃道：“即使你击败了2个 S 级，但放松警惕是你致命的伤。这场比赛的最终胜利注定属于我。”A 级李吉山。然而他的话音未落，男人已猛地挣脱了藤蔓的束缚，接着一脚将李吉山踹飞，身影消失在眼前。男人没有丝毫喘息的机会，周围的众人又朝他发起了围攻。只见他抬手一指，骑士王的霸气。下一秒，一道耀眼的红光划破赛场，紧接着骑士王的身影瞬间出现在众人眼前，强大的气场让所有人动弹不得。与此同时，观众席上的众人惊叹之声此起彼伏，而于爱英更是难以置信，居然敢在比赛场上使用这招。转眼间，赛场上的对手已被男人清除一空，看起来这下应该快结束了吧？现在只剩下最后的对手 S 级的林雅英。此刻男人悠然开口：“不如你直接弃权吧，还是说你还想体验第1轮考试的那种情况？”听闻，林雅英的神情瞬间紧张，下一秒，一道巨大的冰之屏障瞬间将他们包裹。金泰贤，你还是担心你自己吧，因为这一次那件事情不会发生了。不到片刻，比赛场上已是一片狼藉。随后只见林雅英朝着前方无力倒下，尽管她未能战胜金泰贤，但男人对她依然赞誉有加，她无疑是自己遇到的最强对手。与此同时，一道广播响起，本届玩家考试正式结束，获胜者就是920号考生金泰贤。画面一转，协会会长亲自为第1名颁发了丰厚的奖品，恭喜你成为 S 级别的玩家。不过令他没想到的是，第3轮考试男人独自一人将所有对手击败，但仔细一想似乎也合情合理，毕竟他是那个独自攻略双重副本的奇迹。此时会长朝着他询问：“泰贤，你愿意加入新 H 国的玩家协会吗？为协会贡献你自己的力量？”听闻此言，男人一脸懵圈，随后望着眼前的奖杯陷入了沉思。很多事情都发生了改变，曾经身为一名非觉醒者，却战胜了 S 级的强者，不仅赢得了桂冠，更是连4大行会的老大新 H 国最厉害的池振西都向他抛出了橄榄枝。经过深思熟虑后，他最终还是拒绝了会长。此刻协会会长对此感到无比震惊，随后男人给出了理由，与其为工会和协会效力，他认为自己单独行动的话效率会更高。会长听后放声大笑，就连他也没想到男人会说出这种话，一个人居然比整个协会还要强大吗？随后会长话锋一转，
既然如此，我也不再强求你加入协会。但是有一件事，我相信你一定会感兴趣，那便是亚洲友谊联赛。你有意愿参加吗？男人第一次与他人握手，整个身体几乎僵硬起来，只因眼前的那个人至少是 S 级别以上的玩家。这下事情变得更麻烦了。就在会长向男人发出邀请之后，此时他正忙着攻略一处副本，不到片刻，副本中的魔物就被他消灭得干干净净。突然他想起了会长提到的友谊联赛。友谊联赛，各国协会或工会选出5名代表，互相竞争狩猎恶魔和魔物的比赛。但参加这种比赛并没那么容易，要成为国家代表就要拥有足够多的贡献值，而贡献值只能通过击杀强大的魔物获取。尽管会长建议他成为国家代表，但他深知对于刚成为玩家的他而言，想要追上那些已经积累多年贡献值的人，就必须解决更强大的魔物才行。可经过1个月的努力，男人解决了在这1个月内出现的所有副本，但自身没有任何成长，更别提贡献值了。眼下的他别无选择，只得前往那个危险的地方。另一边，泰山集团的会长正朝着光头大发雷霆，因为他的儿子还在病床上躺着，而伤害他的人却成了 S 级玩家。会长大怒之下痛击光头，只见光头倒地不起。就在这时，一旁的侍女通报邪恶工会有客人到访。闻言，会长更加愤怒，毕竟之前他正是找这家工会解决金泰贤的。突然，一股强大气息袭来，此刻一道人影缓缓出现。会长，请冷静点，你的目标不就是那个臭小鬼吗？而会长很是震惊，你到底是谁？随后只见他开口呢喃道，初次见面，我是邪恶工会的副会长影子。画面一转，男人刚刚从传送门走出，只见胖子拦住他，而他就是负责带男人去拍卖场的家伙，1级玩家炼金术师朴剑雄，同时也是男人的忠实粉丝兼金泰贤俱乐部成员。这里可谓是拍卖圣地，东角拥有着最大的拍卖规模，拥有品质最优的拍卖品，以及提供便捷的翻译服务。而这其中最吸引人的地方就是安全，因为这里能够随时改变坐标，没有许可根本就别想进来这里。正因如此，几十年来这里没有出过什么乱子。但男人深知，今天这里 S 级魔人即将来袭。画面一转，一个稀世珍宝的拍卖正在进行，那就是不死鸟药水，喝下就能让你魔力和体力各增加20点。金泰贤的目标只有一个，那就是击杀 S 级魔人获取贡献值。但问题是，男人没有关于他的任何消息，他只记得回归前，东角在魔人的袭击下遭受了重创，而男人很是好奇，那个阻止他的人究竟是谁？他向胖子询问此地总负责人是谁。正当胖子想要开口时，一道声音打断了他们的对话，这不是 H 国最年轻的 S 级玩家吗？若没记错的话，应该叫金泰贤吧。来者便是倔国的 S 级玩家一板良平，同时也是这里的安保总负责人。但需要注意的是，这个家伙为了自己利益，竟然可以对同伴下手，被称为魔鬼。此刻他伸出左手，很高兴见到你，天才玩家。而男人也是毫无防备地与他握起手来。下一秒，无数电流袭来，让金泰贤猝不及防。他从未想过这家伙竟然会使用如此手段，而此时的他却感到兴奋异常。没想到你真的是 S 级。就在男人即将做出反击之时，他却注意到一旁的众人，一个个脸上挂着难以掩饰的惊恐表情，纷纷瘫倒在地上。就在这时，他却松开了男人的手，俯身对他说道，看到了吧，就算是 S 级玩家也是有等级差别的。尽管他不知道这个男人为何会来到这里，但他奉劝男人不要乱来，最后继续享受拍卖吧。望着他转身离去的背影，此时的男人意识到，这比他想象的要棘手。只是出现在拍卖场上，就让整个组织头痛不已，只因他正是刚被评为 S 级玩家金泰贤。就在男人等待事件发生期间，在另一边，一群神秘人正悄悄靠近管理室，为了守护这片安全之地，于是光头带领众人向其发起了进攻。在短暂的交锋中，所有人都不幸丧生在那位神秘老头的手上。这个老头正是那个身份不明的 S 级魔人纳兰德拉尼鲁。与此同时，一个手下正向他汇报紧急情况，拍卖场上出现了变数，新 H 国的 S 级玩家金泰贤突然出现，接下来我们该怎么办？只见他眉头微皱，呢喃道，那种臭小鬼怎么了？只要我在这里，就没有任何人能够逃避神的启示。就在他话音刚落之际，一声巨响震耳欲聋，拍卖现场瞬间化为一片废墟，随后一连串的爆炸声此起彼伏，两栋建筑物也遭到了严重的摧毁。此刻就连男人也感到极大的震惊，他早已预料到这里会发生恐怖袭击，但他没有料到的是整个建筑都炸毁了。这一切让人不禁疑惑，他们是怎么溜进来的？当前最重要的是先对付那些来犯的魔人。就在魔人示意众人不要轻举妄动时，下一秒只见一道人影闪过，所有魔人便被瞬间击杀。男人急迫地朝着朴剑雄示意，立刻去联系协会请求增援，至于我负责追捕那位幕后主使者。画面一转，众人正保护着被客人拍下的商品，然而在达克的一声令下，双方立即展开了殊死搏斗。不到片刻，战场已沦为一片血泊，人们不断倒下。此刻只见达克拿起眼前的物品，终于找到你了，凤凰药水，服用后能永久增加20点魔力和体力。他终于明白为何尼鲁渴望得到这个宝物。
只银光是看着他就能感受到巨大的力量，如果将其喝下会发生怎样的奇迹呢？突然一声巨响传来，随后一名手下应声倒地，而他还来不及反应，只见周围的手下接二连三的倒地不起。这时他渐渐意识到对方使用的是隐身技能，与此同时一道凌厉的斩击击中了他的右眼，而在这时只见一股魔力爆发，下一秒男人被无数条锁链捆绑。你以为会隐身就了不起吗？这下你死定了。但此时的金泰贤却异常兴奋，这个技能竟然还能定位对手，看起来真是不错，是一个值得使用捕食的技能。在另一边，尼鲁已经攻占了空间门管理室，没想到事态的发展异常顺利，接下来只需拿到凤凰药水，一切就结束了。同时尼鲁的手下正朝他汇报情况，前去寻找凤凰药水的达克似乎遇到了一些麻烦。就在这时，对讲机里传来一个声音：你就是那个尼鲁吗？尼鲁一脸震惊地问道：你是谁？还有谁？当然是抢走你东西的家伙。如果你想要回凤凰药水，那现在就过来。该死的老家伙！瓶药水已在拍卖会上摆放整整500多年，所有人都认为它只是一瓶普通的药水，可男人却花费20亿将其一饮而尽，因为唯有他知道这是传说中的凤凰药水，食用者可以永久提升20点体力和魔力。就在男人向老头发出挑战后，他毫不迟疑地将凤凰药水一饮而尽，瞬间他的体力和魔力得到了提升，就连他自己都没想到这药水的威力如此之大，现在终于不用再担心他落入坏人之手。与此同时，梁平带领一行人缓缓抵达现场，而此刻的众人对此感到疑惑，因为他们通过通讯来到这里，但却找不到任何人。就在这时，梁平忽然出声：他就在我们面前，别躲了，出来吧。金泰贤，男人缓缓现身在众人眼前，没想到我隐藏的这么好，还是被发现了。梁平很是好奇，身为 S 级玩家为何会出现在这？男人沉默不语，反问梁平身为护卫总负责人，为何在这个时刻出现在这？梁平解释正在找一样东西。此言一出，男人顿时明白了事情的来龙去脉，难怪他会觉得有点不对劲，这里明明有这么多顶级玩家，却无人发现敌人已入侵，更何况进入这里是需要许可的。看来你就是那个组织的内应吧。下一秒，只见他突然向男人发起了攻击，但却被男人抬剑巧妙挡下。快交出那个东西，让我看看你的本事。与此同时，双方展开激烈交锋，剑招纷飞，无数斩击在众人周围划过。此时男人感到前所未有的压力，即使使用了隐身技能，梁平还是通过声音和杀气寻找男人的位置。就在男人神志迷离间，只见一道凌厉斩击突袭，甚至他也没料到同样是隐身技能，两人之间的差距如此之大。然而他还不足以让男人使用捕食技能。随着金泰贤的突然发力，下一秒周围众人就被一股无形之力击倒在地，可男人却迟迟无法发现梁平的踪迹。就在这时，一道声音自上方传来：你的判断非常正确，隐身在大范围技能面前毫无用处，如果你要找我的话，就应该往头顶使用这个技能。下一秒，一道凌厉斩击袭向男人，威力惊人，贯穿整个通道。而在这时，梁平震惊显露愕然之色，因为金泰贤使用锁链挡住了他的进攻。这时男人才娓娓道来，刚才的霸气并非寻找对手的踪迹，而是为了限制其行动范围。紧接着，无数锁链将梁平牢牢束缚，随后男人挥拳一击，这下该结束了吧？是身为 S 级别的玩家，二人实力悬殊巨大，因为他可以通过献祭人类的数量和质量来召唤出某种等级的怪物。就在金泰贤成功干掉梁平后，此刻一行人被男人用锁链牢牢捆住，而他很是好奇，身为 S 级别的玩家居然做出这一切。随后男人一脚将其踹飞数十米外，别浪费时间了，快说出尼鲁的信息。如今各国的协会都派出了增援部队，只要他们抵达这里，一切就结束了。然而梁平却露出狡黠的笑容，你果然什么都不懂。另一边，两人正在低声商讨着作战计划。炼金术行会的会长一脸焦急地出现在他们面前，不解地询问为何还不派出增援部队前往东角。协会会长耐心地解释道，当出现状况时，他第一时间就派出了增援部队，由朴成镇为首组成的精英部队。但面临的问题是，目前他们没有办法到达那里，因为东门的管理室被占领，所有的传送门都遭到了封禁。不过不用担忧，因为现场还有2位 S 级别的玩家，只要他们能够坚持到我们打开传送门就行了。此时，于爱英缓缓出现在了众人眼前，画面一转，梁平开始向男人解释，你知道与恶魔签约的这个技能吗？那是尼鲁最糟糕的技能，通过献祭的数量和质量，它可以召唤出某种等级的怪物。你说的献祭，别告诉我你是指……当然，就是你想的那样，人类。此刻就连会长等人都感到无比震惊，如今数百人已经成为了尼鲁的人质，如果他真的将他们全部献祭，后果将无法想象，确切的说，那将是一场毁灭性的灾难。此时的梁平开始对男人进行嘲讽，你很幸运打败了我，但你永远也赢不了尼鲁，现在你有2个选择，要么眼睁睁看着这些人被献祭，要么冲进一场毫无胜算的战斗中。闻言，男人当即陷入了沉思。另一边，尼鲁的手下正在汇报，看来梁平已经输了。
但金泰贤和凤凰药水的行踪一样都是未知的，我们该怎么办？尼鲁推测他正在等待协会的援军，这时他突然抬手一挥，下一秒无数人类被瞬间提起。既然他不主动现身，那么我就有的是办法把他引出来。就在他想要将人类击杀时，突然场内陷入一片漆黑，而他回过神来，手中的祭品已经消失无踪。就在此时，只见男人顺身来到他的身后，随后向他发出了全力一击。人瞩目的 S 级力量居然未能将低级魔物制服，这一幕把男人惊得后背发凉。不过他并不知道，这些魔物只是在尼鲁的掌控之下行动，伴随着魔力的影响，他们会变得比普通的魔物要强大很多。就在金泰贤发动进攻之时，尼鲁竟然侧身躲开了，然后从他头顶上冒出无数怪物，随后纷纷向着男人袭来。就连他也没有想到，尼鲁头顶竟藏有怪物，众人惊慌失措，纷纷向男人求助，但他却置若罔闻。下一秒，无数怪物如雨点般降落，地面被砸出了一个巨坑。然而男人挥舞着手，怪物很快就被清除一空。随后他使用了骑士王的霸气，试图用这个技能震慑剩余的怪物。然而这些怪物似乎对这股力量有着异样的抵抗，他们不顾一切地向男人扑去，这让男人感到了前所未有的震惊。而一旁的尼鲁则冷冷提醒道，恶魔签约召唤出来的怪物可是与众不同的，他们不仅听他的指挥，更在魔力的影响下变得比普通怪物都要强大。即使你战胜了良品，并不意味着你可以违背神的旨意。面对怪物的再次进攻，金泰贤渐渐陷入了下风。与此同时，旁观的众人恐惧不已，心生绝望。难道那家伙连怪物都赢不了吗？在一位眼尖的大叔仔细观察下，多亏了他，怪物们才没有注意到我们，并且他以一己之力挑战着众多怪物。仔细一想，刚才他所做就是为了把他们转移到安全之地。大叔肯定，金泰贤一开始的目的就是为了解救他们。众人纷纷醒悟，开始齐声为男人呐喊加油。男人不负众望，用锁链将怪物们牢牢束缚，并向众人示意把嘴闭上。这些源源不断的怪物就已经让他疲惫不堪，更别提这些烦人的人质。此刻的他意识到不能这么下去了，于是他便朝着朴剑雄示意快点行动。与此同时，一道身影如同幽灵般缓缓浮现，悄无声息出现在众人眼前。现在马上开始！就在不久前，金泰贤解决完梁平后，便将全部事情告知了朴剑雄。但是眼前的局势却让人不容乐观。如今的控制室内充斥着数量惊人的怪物，如果只是对付尼鲁的话，倒是问题不大。最重要的是，人质可能会被卷入其中，他不能坐视不管，因此男人需要他的帮忙。不过他却表示，如果想要将协会与这里连接起来的话，那是不可能的，毕竟他根本不知道这里的具体坐标。但男人却说不用担心，只需将怪物送出去，一切问题都将迎刃而解。伴随着传送之门的开启，只见无数只怪物瞬间便被吸入其中，消失得无影无踪。尼鲁目睹这一切，脸上露出了难以置信的表情。到底发生了什么？头双手合十，进行着虔诚的祈祷。可他身后的手下如同破碎的幻影，一个个消散而亡。这一幕把男人吓得后背发凉。难道他们都被献祭了吗？就在传送门吞噬了所有怪物后，此刻的尼鲁对此感到无比震惊。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？就连朴剑雄也没有想到，计划会进行得如此顺利。如今只剩下最后一个敌人了。就在这时，金泰贤连忙向他示意，带着人质赶快离开这里。尽管他想要留下来帮助男人，但被男人拒绝了，因为眼前的敌人是 S 级别的，他无法在战斗的同时还要保护着众人。朴剑雄毫不犹豫地带领着众人逃离了这里，他们的背影逐渐消失在男人的视线中。此刻双方之间的大战即将爆发，男人只能选择在躲闪尼鲁猛烈攻击的同时，寻找合适的进攻时机。就在这时，尼鲁快速来到男人身前，伴随着他抬手一挥，下一秒，一条巨大的火蛇向着金泰贤扑去，男人只能举起剑进行抵挡。瞬间，场内传来一声巨响，尼鲁开口呢喃道：“无论你杀了多少怪物，或者救了多少人质，我都是你无法战胜的存在。你只是在做毫无意义的事情。”随后准备将男人当场击杀。可即使面对如此凶险的局面，此刻的男人脸上却没有一丝恐惧，因为他坚信尼鲁会死在这里。随后只见他果断地使用了捕食技能，下一秒，一股红色能量汇聚成一条巨龙，向着尼鲁袭去，当场吞噬了所有的魔物。就连他也没有想到，金泰贤居然还隐藏着这种技能。此刻的他放声大笑：“我改变了对你的看法，金泰贤，你是献给天神的最佳祭品。”就在这时，尼鲁的手下纷纷跪在了地上，逐渐消散在他的眼前。这家伙居然献祭了他们。与此同时，尼鲁身后出现了一头绿色古龙 S 级魔物邦德龙。另一边，逃离的人们遇上了尼鲁的手下，但当他们准备反抗时，只见敌人却一个个口吐鲜血，然后消失在他们眼前。突然，一阵抖动袭来，只见金泰贤猛地被古龙一把甩出大楼，而此刻的尼鲁则在哈哈大笑。龙可是最强大的魔物，在这凶险的局面下，只见男人使用锁链技能打穿了一旁的玻璃，随后纵身跳入了楼内。该死，那到底是什么怪物？就在这时，古龙早已来到他的身前，而男人还没反应过来，就被古龙再次甩飞出去。
金太贤，你这次死定了！此时只见男人缓缓抬起右手，正当他准备使用捕食技能时，一发龙之吐息却打断了他的技能，伴随着一声传来。这时的尼鲁表现出些许震惊，因为就连他也没想到金太贤居然能在这种攻击下存活下来，看来还是低估了你的实力。S 级的捕食技能竟然奇迹般的调整到了3S 级，但这股强大的力量是男人无法承受的，同时这也是他身体产生崩坏的根本原因。就在金太贤全力使用捕食躲过敌人进攻后，此刻的他对此感到难以置信，这个家伙竟然与自己是同级别的。但他意识到，若强行控制那种力量，将会反噬自己的身体。看起来他现在一定快到极限了，只要拖延一段时间，那么赢的机会会很大。可没想到他却一眼看穿了金太贤的想法，拖延时间绝对是个不错的判断，但那种小把戏对我可是不起作用的。下一秒，他控制着古龙飞速向着朴剑雄等人扑去，伴随着一声巨响，整个楼层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。另一边，在工会的不懈努力下，他们终于打开了通往东角的传送门。在玩家朴成镇的带领下，众人纷纷踏进了眼前的传送门。与此同时，眼看着众人即将面临古龙的袭击，只见金太贤挺身而出的将其抵挡下来，但双方实力悬殊太大，伴随着他的猛然发力，此刻的金太贤已然坚持不了多久。朴剑雄示意男人不用在意他们，因为男人一旦死去，一切也就结束了。的确，男人赞同他的观点。当他召唤出古龙时，金太贤就意识到自己无法战胜他，唯有尽量拖延时间，但他认为此时放弃还为时过早，自己一定能够想出一个拯救众人的办法。正当他冥思苦想之际，一道声音传来：我再也无法忍受了。正当男人对此疑惑之时，一个令人震撼的消息传入耳中：捕食技能暂时提升至 A 级、至 S 级、至2S 级。随后由于肉体无法承受捕食的力量，所以开始产生了崩坏。尼鲁惊讶地目睹了这一切，男人的捕食等级已经达到了3S 级别。紧接着，一股无比强大的魔力将他包围，捕食似乎已经失控。该死，国王到底给了我什么力量？在这股强大的力量下，他的肉体逐渐开始崩坏。难道我就这样毫无意义地死去？随后只见他无力在了地上，而此刻的尼鲁目瞪口呆，因为这股力量实在是太过强大了，就连使用者都无法承受。可他为何不终止技能呢？难道是在拖延时间吗？于是尼鲁决定试探一番。然而没想到的是，仅仅只是靠近一下，古龙的翅膀却被当场吞噬。就在尼鲁一脸疑惑之际，只见金太贤慢慢站了起来，下一秒，眼前出现一头巨大的魔物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此刻金太贤身上爆发出一股强大的气息。你是谁？你不是金太贤，这股力量你到底是怎么得来的？这可不关你的事，毕竟你已经死了。伴随着男人抬手一挥，下一秒，面前的一切被捕食吞噬殆尽，获得新的技能，与恶魔签订契约。人曾经吞噬的各种技能，如今全都反噬着他，而且捕食似乎正在吞噬他的身体，甚至连能够召唤魔物的技能，现在也被彻底颠覆，变成了打开通往深渊的门户。金太贤刚刚解决了尼鲁，此时在梦境中，金太贤被一连串的锁链牢牢束缚，紧接着无数巨石如雨般砸下，随后一双强大的手凭空出现。下一刻，骑士王的霸气猛然发动，而此时的他震惊不已，为何他的技能会攻击自己？突然捕食开口呢喃道：你说这些都是你的技能吗？别开玩笑了，既然你吃下了这些技能，那是时候该吐出来了。伴随着一阵剧烈的抖动，下一秒，金太贤突然从梦中惊醒，而他望着眼前的一切感到难以置信。他疑惑地看着自己的右手，那曾经因捕食而受损的手现在竟然完好如初。与此同时，朴成镇来到他的面前，还带来了许多美食。这里是协会和炼金术士为男人准备的房子，算是阻止了魔人行动的谢礼。多亏了金太贤的帮助，他们才能抓住良品，让更多人得以幸存。而朴成镇留在这里是为了保护金太贤的安全。金太贤感到困惑，因为他只记得和尼鲁战斗时昏倒了，但对于具体发生的事情一无所知。果然你也一样吗？朴成镇此番前来也是想询问这件事情。时间回到战斗之时，朴剑雄目睹了尼鲁被击杀，但眼前之人他敢肯定并不是金太贤。此刻只见男人抬手一挥，朴剑雄便突然倒地不起。正当他要进行下一步时，身体却开始缓缓消散。难道这就是自己的极限吗？那就没办法了，还是先回去再说吧。下一秒，他突然感到一股巨大的虚弱袭来，整个人瘫倒在地上。当朴成镇匆匆赶到时，周围已经是一片破败不堪的景象。然而没有人知道这里到底发生了什么，即使他们询问了幸存者，但他们只记得金太贤击败了尼鲁，但具体情况却似乎被某种神秘力量所干扰，记忆一片空白。也许是魔人的阴谋，也说不定。不管怎样，你先好好养伤，如果有任何进展，我会告诉你的。然而男人深知这背后绝不是魔人所为，因为尼鲁应该被捕食了才对。此刻男人对自己的技能充满疑惑，怎么是打开深渊之门？因为他记得这明明是召唤魔物的技能，他现在的魔力只有180点，这个技能需要200点魔力才能发动。就在这时，朴成镇示意有客人来访，下一秒
林雅英缓缓出现在他眼前。我是来探望你的，不过与其说是探望，倒不如说他更像是来下战书的。别以为你拯救了许多人类，还有击败了2个 S 级玩家就洋洋得意、骄傲自满，我很快就会追上你的。一时间，男人也不知道他来这里的真正目的是什么。起初他的确是来探望男人的，但看起来他目前并没有任何问题，并且他身上那股强大的魔力是怎么回事？比上次玩家考试时强大了不少。就在这时，一旁的动静引起了2人的注意。只见于爱英正蹑手蹑脚地走进房内，而林雅英很是好奇，为何姐姐会出现在这里。不过于爱英似乎很不待见她，你可以不要叫我姐姐吗？至于密码的话，是由协会提供的，而且2位 S 级玩家同住一个房间，你觉得我们会是什么样的关系？闻此，林雅英的小脸顿时羞红。此刻男人却打断了他们的谈话，别开玩笑了，快说出你来这里的目的。他则表示自己也是来探望男人的，不过他带来了一份礼物。在和协会会长的交谈中，他得知男人的目标是友谊联赛。尽管他在东角取得了成就，但他的排名依旧只排到了30，只有排名前5的玩家才能参加比赛，他还需要一个很大的分数。因此他带来了双重副本火神殿的攻略权，希望能帮助男人提升排名。另一边，邪恶公会的副会长影子正带领着一队人马来到东角，寻找尼鲁的下落，但是并没有任何进展。正当他们考虑是否向老板报告时，影子却认为没有这个必要，因为尼鲁不过是他们雇来的，而他们的目的已经达到了。就在这时，一艘巨轮出现在他们面前。正当他示意这里只有调查人员可以进来时，但下一秒他们便出现在了海里，巨轮也瞬间沉没在冰冷的海水中。这就是影子的能力。与此同时，他对金太贤越来越感兴趣了。画面一转，只见众人兴奋地欢呼着，因为东角的英雄 S 级玩家金太贤来到了这里。虽然他获得了攻略权，但物品的分配和团队将由工会决定。男人对此没有任何异议，因为他的目标是火神殿。火神殿因入口处的火焰而命名，它是国内出现的第2个双重副本。在男人回归前，这个副本是由夜行者工会所攻略，但他们也付出了惨重的代价。考虑到分数和经济问题，男人肯定是要进来这里的，但由于捕食损坏了他的右手，导致他的力量和体力都受到了影响，所以他想要独自攻略是比较困难的。如果要是能和 S 级的于爱英一起攻略的话，那么就没有问题了。画面一转，只见300多人的队伍浩浩荡荡地来到副本门口，可进行攻略的只有2人，这可把男人吓得够呛。怎么只有我们2个人？因为我要和你约会。颗沉睡千年无人问津的鸟蛋，所有人都深知它的危险性，可女人却毫不犹豫地将其摧毁，把男人惊得背脊发凉。因为这颗蛋正是双重副本中最强大的 BOSS S 级魔物不死鸟。当2人进入双重副本后，此刻于爱英表现得有些许震惊，因为这里的氛围与他所经历的普通副本截然不同。难道双重副本都是这样的吗？金太贤则表示，至少他所经历的天启副本就是这样的。正当他思考着如何下去时，突然一只触手将他拉入洞穴。此刻只见男人迅速做出反应，但随后他却呆愣在原地，因为于爱英已经轻松解决了眼前的魔物，就连男人都表现得无比震惊，居然仅用一击就消灭了魔物。与此同时，于爱英便向着洞穴中的魔物发起了进攻。此刻一道人影闪过，下一秒无数一级魔物瞬间被击杀。看来上次他所展示的并非他的真正实力，难怪只需要2个人攻略这里。也许我真该更加努力一些。不久后，2人很快便消灭了所有魔物，并来到了地底。虽然魔物的数量和质量都很高，但在于爱英面前，他们不堪一击。男人很是好奇，回归前的于爱英等人到底遇到了什么，才会导致他们几乎团灭。就在这时，于爱英递给男人一枚戒指，这是名为战士之戒的装备，它能提高使用者的力量和耐力，这样就能很大程度上弥补金太贤因右手受伤而损失的战力。他表示，如果男人愿意加入工会的话，就可以得到更多道具。不过金太贤并未当场表态。随后只见他示意于爱英，接下来我们要小心谨慎一些，因为他们已经抵达了 BOSS 所在的位置。而于爱英对此感到无比震惊，难道这颗蛋就是 BOSS 吗？当然，男人肯定地告诉他，这颗蛋就是他们要找的 BOSS。就在他准备仔细查看时，此刻于爱英已腾空跃起，全力一击将其摧毁。就连男人也没想到，这家伙居然会如此鲁莽。等到一阵迷雾散去之后，只见巨蛋早已被于爱英当场摧毁。正当他表示双重副本的 BOSS 居然如此不堪一击时，下一秒一道蓝光浮现，随后耳边传来一道声音：你们这些卑微的人类居然也能抵达神殿，看来有趣的人出现了。紧接着一个巨大的身影出现在2人眼前，正是双重副本 BOSS S 级魔物不死鸟。居然是不死鸟吗？此刻的2人对此感到无比震惊。不死鸟，这个被误认为永生的魔物，拥有强大的再生能力和抗魔力，就连男人也没想到，这次副本的 BOSS 竟然会是蓝色火焰的不死鸟。此刻只见不死鸟猛然向2人发起进攻，男人意识到这个魔物具有控制思想的能力，他试图提醒于爱英，但下一秒只见于爱英猛然对其发起了进攻。S 级于爱英现已被不死鸟控制。
颗沉睡千年无人问津的鸟蛋，却蕴含着惊人的秘密。它是 S 级魔物不死鸟，其惊人的再生能力让男人感到非常震惊。这是被判定为 S 加级别的突变个体的诞生。就在于爱英被不死鸟控制后，此时面对他的凶猛攻击，男人也只能勉力闪避。下一秒，他突然使用了骑士王的霸气，一击就将于爱英击倒在地。该死，你能不能清醒一点？而在这时，于爱英早已凝聚好魔力，接着一股无比强大的能量如同离弦之箭，径直朝着男人袭去。见此，观战的不死鸟露出了一抹冷笑，果然人类是愚蠢的生物。与此同时，这时的于爱英终于察觉到了不对劲，只见一条锁链突然缠住了他的左腿，随后无数条锁链将他牢牢捆住，附加的麻木效果让他无法动弹。男人终于意识到，在回归前是谁击败了夜行者行会了。虽然这次的进攻可能会很疼，但请坚持住。下一秒，男人挥舞着巨石朝着于爱英袭去，随后于爱英被击倒在地。当他醒来时，就可以摆脱不死鸟的控制了。那么接下来就该对付你了。双方爆发出全身的魔力，一场激战随即展开。片刻后，只见男人背着于爱英正四处逃窜，毕竟凭借他一人对付 S 级别的魔物还是有些吃力的。面对不死鸟的不断进攻，男人也只能瞅准时机进行反击。就在这时，男人瞬间移到不死鸟身后，随后朝他挥出全力一击，不死鸟却轻松躲过了，即使用锁链将他牢牢捆住，但蓝色火焰瞬间将其摧毁。不死鸟的力量超乎男人的想象，让他感到无比棘手。就在男人愣神的瞬间，不死鸟向他喷出一道蓝色火焰。幸运的是，男人及时躲闪开来，否则后果不敢想象。他意识到，眼前的魔物绝非普通的不死鸟，难道会是传说中的大不死鸟吗？大不死鸟与现有的魔物不同，它具有非常强大的力量，是传说中的突变个体。为了突出它的强大，人类将其定义为 S 加级别。面对如此棘手的大不死鸟，男人深知自己目前的实力根本无法摧毁其强大的再生能力，唯一的希望便是使用捕食技能，但他又怕像上次一样失控。正当男人犹豫不定时，于爱英突然清醒过来，面对眼前的一切，他感到非常震惊。男人耐心地向他解释了一番。就在这时，不死鸟猛然朝着两人发起了进攻。你们把我当成了什么？令不死鸟震惊的是，两人仅在片刻间就化解了他的进攻。这次千万别再被控制了，当然我不会再上当了。见此，不死鸟怒吼着，爆发出全身魔力，朝着两人扑去。而金太贤果断地使用了君主的心脏技能，下一秒，全员的能力值都得到了提升。随后，只见于爱英猛然挥出一枪，当即将不死鸟的身躯打得四分五裂。接下来就把它交给我吧。S 级亚马逊的霸气暴走模式已启动。男人只是抬起右手，却令 S 级别的魅魔们惊恐大叫，只因他竟然对魅魔的幻觉技能视若无睹，仅凭一招霸气便让他们毫无还手之力。就在于爱英进入暴走模式后，毫不犹豫地朝着不死鸟发起了猛烈的攻击。所谓的暴走模式，便是以逆流魔力催动所有技能，虽能令技能威力倍增，大多数人都避免使用它，因为它会对身体造成永久性损伤。就在这时，于爱英猛地投掷出全力一击，瞬间将不死鸟的身躯击得粉碎。紧接着，他乘胜追击，连续发动攻击，最终将不死鸟重重砸在地上，发出一声震耳欲聋的巨响。此刻的于爱英已达极限，他疲惫地倒在地上。然而，不死鸟的恢复能力却异常强大，不一会儿，他的身躯便修复了大半。正当他准备对于爱英发起反击时，下一秒无数锁链突然从天而降，将他紧紧束缚。为了应对这种强大的再生能力，金太贤不得不使出捕食技能。接下来就让我来结束这一切吧。画面一转，众人正紧张地注视着副本入口，两人已经进去很久了，他们都在担心着结果。就在这时，金太贤抱着于爱英从洞口走出，他开口说道：火神庙双重副本攻略成功。片刻后，消息迅速传遍整个国家。然而于爱英却满脸通红地看着这一切，心中满是疑惑，为何这种隐秘的事情会被公开？原来是他的手下不慎泄露了出去。他狠狠地教训了他们一顿。与此同时，会长前来探望受伤的于爱英，两人在外面闲聊时，会长好奇地询问起金太贤在攻略副本时的表现。由于他当时已经昏倒，具体的情况并不知道，但可以肯定的是他独自战胜了不死鸟。现在他已经前往了深渊，这份实力让会长感到震惊。看来金太贤的力量非常强大。于爱英对此困惑不已。每个人都渴望更进一步，但是当你在某条路上取得进展后，理应心满意足。可金太贤却没有想要停下来，他不断寻求更强，用尽一切手段提升自己。那么他究竟为何如此执着于变强呢？会长陷入了沉思，他猜想，或许金太贤的初衷是为了整个国家。在这个怪物横行的时代，他渴望以自己的力量守护这片土地，使其免受侵害，这便是金太贤变强的理由。但于爱英对此并不认同。另一边，在深渊的某个地方，四周早已尸横遍野，一片死寂。眼前之人便是深渊的统治者，吸血鬼之王，他的等级深不可测，而他刚赐予了男人力量。获得我们家族的力量是什么感觉？我能感觉到自己拥有了前所未有的强大力量。Z 国顶级猎人张林鹏。画面一转，
金太贤来到了深渊，这是他回归后第一次来到深渊。面前一名男子向他打招呼，自称是世界玩家协会的成员，负责深渊第22区的级玩家保罗·贝克尔。之后他带着金太贤在深渊内四处参观。他提醒金太贤，如果你是第一次来的话，最好雇佣一名向导或多名雇佣兵玩家以保安全。尽管世界协会在深渊各区建立了玩家大本营，但深渊依然危机四伏，即使在大本营内，也难免遭遇魔物的袭击。出于安全考虑，贝克尔建议金太贤应该雇佣一些玩家，但金太贤并没有这个打算。就在这时，一只巨大的蜈蚣突然向他们发起攻击，仅一个照面，男人便轻松将其击杀。他淡淡的表示自己只是来这里散步而已。片刻后，金太贤来到了一处荒无人烟之地，从怀中拿出了魔力之石。他庆幸自己攻略了火神庙这个双重副本，使得魔力值达到了200。如今他终于可以使用这个技能了。然而令他疑惑的是，技能发生了巨大变化，变成了一项一次性技能。猜测这或许受到了捕食的影响。这一切的答案似乎即将揭晓。在他捏碎魔力之石的刹那，与恶魔签约的技能瞬间激活，紧接着一扇巍峨的骷髅之门突兀地浮现在他的眼前。那么这扇门的背后究竟隐藏着怎样的秘密呢？他缓缓步入这扇通往深渊的大门，然而眼前的景象却让他惊愕不已。一座巍峨的城堡突兀地矗立在他的视线之中，他心中满是疑惑，正欲探寻这城堡的秘密，突然3道身影在他身后闪现。他立刻警觉地做好了战斗的准备。看来危险的东西就是你吧？他一眼便认出这3位正是传说中的魅魔。魅魔吞噬男人的生命，擅长制造幻觉，操控人的精神。但是一个普通的魅魔应该只有 B 级才对，难道他们就是要签约的目标吗？如果是这样，那么只需将他们击败即可。随后他立刻向他们袭去，但被其轻易地避开了。接着魅魔使用了技能幻觉，刹那间男人仿佛被定住，无法动弹。然而就在他们得意之际，男人猛地挣脱了幻觉的束缚，发起了猛烈的攻击，并使用了骑士王的霸气，瞬间将魅魔们打得毫无还手之力。他之所以能够抵挡魅魔的技能，全是因为他拥有一种神秘的力量，将其抵抗下来。现在就让我们签约吧。想要与怪物签约，要满足2个条件中的一个，一种是交出怪物想要的物品，另一个是用武力将其制服。就在他准备与怪物签约时，耳边却响起了提示，该怪物并非签约目标。听闻他惊愕不已。就在这时，无数魅魔将他团团围住。看来你不是一个普通的人类，也许你会成为送给女王的最好礼物。大魅魔级别 S 加。另一边，女王的手下正在向她汇报情况，已经有1人潜入了城堡。女王听后，嘴角勾起一抹冷笑，人类吗？可真是太有趣了。轻轻打出了一记响指，却惊得男人一身冷汗。只因一瞬间，金太贤所有的技能都失效了。就在金太贤踏入城堡的那一刻，无数魅魔对他发起了攻击。他未曾料到这些魔物竟如此难以对付，使他陷入重围之中。这时2位魅魔阻了他的去路，随后向着他袭去。男人选择后仰将其躲开，使出骑士王的霸气。下一秒，一股强大的力量瞬间将他们震飞100米之外。终于金太贤得以喘息，他意识到若这些魔物并非他所寻找的签约目标，那么剩下的可能就只有那个被称为女王的存在。就在这时，一名女仆平静地告知女王在等着你。画面一转，金太贤步入了女王的房间。女王声音低沉而神秘道，欢迎来到我的宫殿，我是所有魅魔的母亲，女王罗莎莉亚。系统的提示音在此时响起，与恶魔签约的目标出现。正如我猜想的，他就是这次签约的目标。当然，他给予了肯定。男人睁大双眼，震惊不已，只因恶魔竟使用了人类的语言。没什么可震惊的，你身为人类不是也能听懂魔物的语言吗？不过话说回来，你为何来此？是为了寻求权力、财富还是欲望？他回答，都不是，我来此是为了与恶魔签订契约。听闻女王放声大笑，你胆子可真大，玩笑开大了可会丢命的。深渊公爵魅魔女王罗莎莉亚，实力深不可测。下一秒，无数触须如同蛇一般向着男人袭来，男人立刻使用了骑士王的霸气，随后2股强大的能量碰撞在一起。接下来我会用力量打败你。面对女王的攻击，男人从容地使用短刀进行抵挡。这时金太贤猛地纵身跃向空中，使用石化技能向着女王袭去。可男人发现自身的技能竟然失效了，女王打出了一记响指，一切都变了。他瞬间被吸入一个幻境，男人对此感到非常震惊，居然是市中心。在他呆愣之时，他瞬间坠入大海中。在震惊之余，他发现自己已被女王的幻觉所困。他开始反思，女王是何时使用的幻觉？什么时候吗？当然从一开始。这下真的糟了，该死的，我要怎么才能摆脱这种幻觉？偷看了一下男人的记忆，便当场将他惊得面色骤变，甚至主动提出要与男人签订契约。只因他在记忆中瞧见了一道熟悉的身影，那是只存于传说中的王。当金太贤意识到自己置身于幻觉中时，下一刻他却猛地出现在小时候的记忆里。那时的他每日叫嚷着要当觉醒者，因为那样就能让父母过上更好的生活，而父母最大的心愿便是他能健健康康的长大。正当他沉浸于这份美好回忆时，下一刻一场车祸猝然降临在他身边，父母离世时的场景再度浮现在他眼前。与此同时，旁边的动静引起了他的注意，那是一段不堪回首的过往。没有觉醒天赋的他，
整天忍受着他人的欺凌，最终沦为队伍里的打杂挑夫。而他深刻意识到自己对别人毫无注意，且帮助过他的人都会遭遇不幸，于是他选择离开了姨父姨母。母亲曾期望他能收获幸福，但要获得幸福就必须拥有力量。正在这时，身体察觉到女王的催眠技能并进行抵抗，却以失败告终。此时男人的整体数据下滑，所有技能都变得无法启用，唯独只剩下捕食。下一刻，男人果断发动了捕食技能。另一边，此时的女王正饶有兴味地看着这一切，这家伙竟能在如此情形下还能活着出来，但她还是察觉到了异样之处。眼前的金泰贤似乎年龄更大一些，他们几乎是同时存在的，不过有一段记忆却有所不同。难道这里面隐藏着什么秘密吗？正当他继续查看时，只见一道人影缓缓浮现在他眼前，令他震惊不已，竟然是陛下。与此同时，捕食技能瞬间笼罩在他周围，不多时便将他拉回了现实。而这时的金泰贤早已顺身来到他的身后，窥探别人的记忆。作为女王，你的嗜好太恶劣了，我再说一遍，罗莎莉亚，接受签约吧。而他却表现得极为平静，没想到你竟然逃出了我的幻觉，不过你可没办法将我击杀。此时只见他伸出触手，将男人紧紧束缚住，随后他便开口呢喃道：我愿意接受契约。随后一口咬在了男人的肩膀上。就在这时，耳边提示音响起，条件达成，缔结召唤契约，与恶魔签约，名字变更为女王的人，技能等级被重新调整，获得新的技能，完全催眠，魅力数值得到提升。此时只见他朝着男人轻轻说道：睡个好觉。被王选中的男人，四大公会之一的最强坦克向金泰贤发出邀请，却被他当场拒绝了，因为他觉得工会只会延缓他拔刀的速度。而为了能凑够贡献值参加友谊联赛，他便向工会会长全康赫提出了决斗申请。就在契约达成之时，金泰贤猛然从梦中惊醒，这时他发现自己已置身于玩家区域，难道是罗莎莉亚将我送到这里的？看着眼前一个个新获得的技能，此刻的他满脸震惊。倘若在友谊联赛中能召唤出罗莎莉亚，那即便是面对国家级别的玩家也会毫无压力，但他为何会突然改变主意呢？再加上他最后所说的那句话，被王选中的男人，难道他也认识国王吗？正在这时，一旁的贝克尔对男人说：要不你还是雇个向导吧，但遭到了他的拒绝。这里的事情已经做完，所以他该回家了。画面一转，此时于爱英刚刚办完出院手续，只见一群人正缓缓朝他走来。会长，恭喜你出院了。说话的这人是夜行者行会的魔法师以及玩家郑汉珠，他给于爱英带来了2个消息：玩家金泰贤已从深渊深处归来。尽管于爱英对此感到颇为惊讶，但毕竟那可是被称作 S 级玩家坟墓的地方，就算是金泰贤也不太可能独自去探索。但金泰贤的回归并非问题所在，问题是谁去见了他？他是4大行会之一的温塞米罗的首领，玩家全康赫。画面一转，只见全康赫突然出现在男人面前，让我们来决斗吧。随后就向着金泰贤走去。全康赫，他是4大行会之一的会长，拥有最强坦克的名号。他曾独自与怪物激战长达几10个小时，并以一己之力打败数百只怪物。但他最为出名的事迹，就是通过决斗强制玩家加入工会。就在这时，一旁的金秘书立刻制止了他的行为。难道你没有意识到，再这样下去你会因此被禁止进入深渊？随后便向男人解释道，实际上他们是来邀请金泰贤加入工会的，如果金泰贤愿意加入，那么就没必要决斗。这不就意味着不想加入就得进行决斗吗？没错，不过他认为加入工会对男人来说是个不错的选择，只因他知道男人要参加友谊联赛，而他们是4大工会中探索深渊进度最多的工会，不仅拥有众多地牢资源，还能为深渊探索提供助力。倘若金泰贤愿意加入，就可以获得足够的积分弥补贡献值不足的问题。听完，男人陷入了沉思，而这时一旁的会长却示意他不要再说了，如果这么容易就可以加入，他早就加入某个工会了。此刻只见男人开口轻声说道，我改变主意了，我们用你的方式来解决，胜利者可以得到想要的，当然这正合我意。画面一转，此时一处体育场内已是人山人海，他们都极其期待着金泰贤和全康赫之间的对决。就在这时，一道身影引起了他的注意，原来是金记者。只见男人一把将他拉到身前，好久不见了，金记者，我们是在玩家考试时认识的，对吧？是的。随后只见男人对众人说，接下来的问题就由他来回答，因为他要去参加决斗了。紧接着便转身离开了这里。片刻后，男人缓缓走上比赛场。此刻只见全康赫说道，我还以为你会因为害怕就不来了。而男人则霸气回应道，废什么话，让我们开始吧。人站在了对决场上，便使在场众人惊掉了下巴，只因他的对手拥有最强坦克之称的 S 级玩家居然下跪认输了，甚至连他自己都满心诧异，完全不知晓发生了何事，就输了这场对决。就在双方即将展开战斗之际，这时一旁的崔姐说，向大家说明了比赛规则，胜利的唯一条件是让对手下跪。话音未落，双方便爆发出了强大的魔力。与此同时，金泰贤使出骑士王的霸气朝他袭去，如今这个技能的威力已然大幅提升，即便是 S 级别的玩家也能将其拿下。显然这个技能对他毫无作用，不过全康赫还是对男人给予了夸奖，
你做得很好。下一刻，只见他一个瞬移来到男人身后，那猎豹般的速度快得让金泰贤都没反应过来。紧接着他猛然全力一击，强大的威力仿若猛虎扑食一般，当场就将男人击飞数十米远。若不是他及时使用石化将其抵挡下来，那后果简直无法想象。而在男人发愣之际，只见全康鹤再度朝他发起了进攻。此刻魔力在他额前凝聚出一对牛角，下一秒一记蛮牛冲撞朝着男人袭去，却被其侧身躲闪开来。紧接着大象的身影赫然出现在他身后，随后一记劈腿重重地砸在了地上。待迷雾散去，只见金泰贤的身影依旧笔直地矗立在他身前。看来你逃跑的本事倒是真不错，不过你要如何赢下这场对决呢？除非你还有另一只隐藏的野兽，否则你想让我下跪可没那么容易。听闻全康鹤顿时来了兴致，那么就让你见识见识吧，我将用这招结束这场对决。顿时周围的人们瞬间沸腾了起来，因为这是会长的最后攻击形态，看起来即便金泰贤是后起之秀，也依然难以与会长相提并论。就连于爱英都饶有兴致地观看着这一切。不过郑汉珠还是提醒着他，若是金泰贤输了的话，可是会被强制加入工会的，所以我们必须阻止这场决斗。玩家全康鹤的技能野兽的祝福能够模仿各种野兽的力量，在近身格斗中展现出惊人的威力。对于金泰贤来说，和他单挑根本不可能赢，但于爱英却示意他无需担心。从他对金泰贤的了解来看，他总会在战斗中隐藏一张王牌。下一秒，只见全康鹤使出全力朝着男人攻去，而金泰贤却表现得一脸淡定。就在交手的一瞬间，在场所有人都无比惊讶，因为全康鹤居然自己跪下了，就连他自己都万分疑惑，看来是我赢了吗？望着场内发生的一切，此刻在场众人都极为震惊，攻略过上百个地牢的会长居然会自己下跪，显然他们不相信眼前发生的这一切，都认为金泰贤是使用了某种手段。这时只见金泰贤望向全康鹤，果然是拥有最强坦克之称的男人，在近距离战斗中他根本毫无胜算，若不是男人在最后关头使用了催眠技能，这场对决的胜者肯定是全康鹤。而此刻的全康鹤无比愤怒，没想到他居然会使用精神控制技能，是我大意了。随后他便朝着众人高喊安静下来，我不知道那小子用了什么技能，但我承认我输了。如果你是工会中的一员，就安静地接受这场决斗的结果。此刻一旁的于爱英正兴致勃勃地看着这一切，看来输给金泰贤真的把他惹毛了。话说回来，让全康鹤在那一瞬间跪下，他果然还有隐藏的技能。金泰贤，你总是给我惊喜。